蛐蛐你好，哎，你说。我要连麦是吗？我对的。好像没有到直播界面哦。啊，对的，你直接说吧，好不好？好的，好，蛐蛐你好，然后我是之前看你的那个切片，然后转型直播，然后后来是购买了金贵的课程，然后看你的课程虽然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对这个男女这个之间的认知收获很多，也非常认可你的方法论，还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我今天想要咨询的就是普通的婚恋。我目前是在超一线城市，31岁，长相的话6，身高172，属于瘦高类型。QS Top 20海外硕士，目前是在一家外企做 B 端销售，收入是20W 左右。房产的话有4到500W，家在超一线周边，父母是做生意，然后家庭氛围是比较宽松的。感情经历有2段，目前是在线下机构对碰。我今天的问题有希望曲曲帮我看一看2位对碰的男嘉宾是否是适合的，以及我自己找男生的要求是否准确。如果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目前和未来应该怎么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时间是想要问一下这个职业发展，因为我是对目前的薪资并不太满意，但是目前的工作是相对比较稳定，领导比较信任，所以有空闲的时间可以把精力是放在婚恋这儿的，所以想让去看一看这个想法是否是对的。你现在没有男嘉宾吗？有，就是有2位男嘉宾。好，你先说一下啊。好，第一个男嘉宾是我就是对碰遇到的第一个，然后认识的话是三个多月，是本地人，有房车，他是自己创业，然后大我5岁，资料上写的是年薪是60W。2个月内的话，我们是见了4次，几乎每天都有在聊天，又彼此送小礼物，但是后来男生他生病了。就是有感染啊、咳嗽，所以男生主动聊天的次数变少，我是以关心为主，但是对方都有回应，但是话比较少，所以后来我就把关心频率调到了每周，所以现在也是没有联系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对这个男生他的一个印象是属于觉得他是会比较会包装的一个类型，因为他本身其实外表还有就是身高都是可以，都是挺好的。然后聊天中也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就是他因为他在创业，所以就是他会有提到目前就是有投资人的一些米没有到，或者提及没米之类的。然后男2号是目前认识1周，他是公务员，然后本地有房车，大我7岁，然后目前一次初次见面的话，对方对我是比较满意的，还送了出差带的小礼物。他属于工作就是很努力的那种类型，然后工作性质的话是比较保密的那种，然后工作也是比较忙。他的话呢，如果就是他可以给就是配偶解决户口，薪资的话，他资料上没有具体写出，所以这2个人目前都是在我的这个择偶框架内，就是想去帮我看一下。所以你现在判断择偶框架完全是靠看长相、身高是吧？也不是。我是喜欢那个有付出意识，然后责任感比较强的男生，然后略带一个闪光点的人就可以。那你说的这几条，这俩的我都没听着啊。然后他俩就是我看的付出意识是，比如我俩见那个男生2个月见了4次，然后就是对方就是主动就是请吃饭，这样算吗？就是会主动送一些小礼物啊之类的。你说第一个男生，第2个男生？第一个男生，然后第2个男生也是我们见面的时候是因为是线下机构对碰的，然后是只在那个咖啡馆，但是也是他买的单这个样子。咖啡馆买单这都不能予以参考啊，这都不能。我觉得你再多接触接触这俩男生，我现在目前什么东西都听不到，什么信息都听不到，而且第一个男生对你也非常非常的不主动。你们约4次都是他主动约见面的吗？有1次是我，然后前3次是他。但是他相当于就是说，约见面他都约，但是呢，平常聊天他很不热情，是吗？不是，因为他后来生病了，第1个多月，就是他有什么各种肺炎呀，然后支气管炎，然后一直在咳嗽，然后脸肿，所以他就是
给我们俩聊天，一直就是发那个他在医院输液，然后以及就是看病的一个状态，就这个样子。然后我可能就是会主动关心他，但后来也觉得就是没东西可聊了呗。对，没东西可聊了呗。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如果说你这2个男生你都觉得还可以，我是建议你可以1v1的先让老师帮你聊下天，因为你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卡在聊天上了。我现在听不到信息，知道吗？我听不到你们之间相处的一些来来往往的东西，说来说去好像就是看了一眼，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你描述的所有的东西，到最后就是我们可能也就看了一下彼此，也没有什么深入的聊天，然后双方都还没有火花，听不到火花。好，那个就像第一个男生，他有跟我提到他创业遇到的这些困难，这属于正常的吗？但是他很有可能是在用这种语言来试探你的回应，正不正常？你说正不正常？他是正常的，但是我不知道当时你给他的回应，他是一个什么反应？很有可能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试探你的回应，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男生长得还是比较帅的，是吧？长得比较帅，个子也比较高，然后呢，一年有个什么60万的收入，这样一个人设，首先他出来啊，我会有一点。人设的一个怎么讲呢？我也会有点先入为主，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人设的男生，他大概率可能会在物质这个情况上面，他希望有向上跃迁的可能。所以我不知道他跟你讲这个话，你说正不正常？他也正常，但是他很有可能也确实抱着一定的目的跟诉求在跟你讲。好的。然后因为他也有在出差的时候去外地出差看，各种就是房子嘛，也会提到这种房子类的信息，就是之后这种有参考价值吗？什么意思？就是在出差的过程中，比如他去某一个地方出差，看到在当地的房价，他也会给我看一下，就是他去看了看当地的房子，然后以及未来想要在这儿定居啊之类的。为什么他要跑到别的城市去定居是啥意思呢？就是那个城市可能他觉得比较适合养老这个样子。没有参考价值。好的，好的，那我明白。然后就是目前的话，还有就是因为我也本身的话，因为我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自己感情经验不是特别多，所以期间也是有在上聊天软件。但聊天软件的话，其实也是锻炼自己，就是聊天，还是如果择偶的话，还是以线下机构对碰。然后机构的话，他也会有给我介绍这种，比如男嘉宾他比我大很多，11岁，然后离异，但是条件相对不错的这种，我需要见吗？都可以见。你不要先见都没见就开始设置条条框框。你看啊，你说来说去说，我要有责任心的，我要有付出意识的，结果呢，看来看去就看了个脸，你看啥了呢？该见还是见，只要说经济条件达标，你就见，知道吧？见了以后，万一这个人他付出意识强，你很快就能对比出来。好的。那他这个付出意识，我是要看什么呢？你看人家怎么看的？不是这样的，你要先把你的网铺开，知道吗？你要在聊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前面一个月2个月，先能不能把对方聊上头？如果说这个人你感兴趣的话，聊上头了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去植入你的需求，看看他会不会做。好的，行，好的。然后其实另外一个还有时间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的职业发展，因为我现在的话可能对于薪资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本身我是做 B 端销售，但可能今年也是受市场环境影响，然后我们的行业是属于那种比较细分小众的客户类型，然后我入这个销售的行业也不足2年，所以就目前的话是否优先把精力放在婚恋？我是这样想，先把这个婚恋的事情先解决。你多大啦？31岁。想解决婚恋那就赶紧解决吧。想解决婚恋那就赶紧解决啊。想解决的。对的，那就赶紧。好的。好吧。好。然后我的这个要求，对于找男生的这个要求是否准确呢？因为我是想要就是经济条件好，但是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跟就是比较适合过日子的男生相处，就发现哎呀还是不太行，所以我要求经济条件永远都没错啊。好。
行，那我目前就是要就是多去见，还是多去见人？是的。哦，好的好的，行，那我了解了。好吧，就这样啊。好，好的好的，谢谢。对的，直播，只不过这个直播平台没啥美颜，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就是一个睡醒了以后脸上还有点浮肿的我，好不好？全网搜取你们就能找到了吗？能找到这里吗？难道不是因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圈的，你们都有加过我们的朋友圈吧？大家都加过我们朋友圈吧？今天是唯一平台，只此一家，啊，今天是全网唯一平台，只此一家。是朋友圈进来的吧？你把那个金贵的关系跳出来给他们，你不要跳别的啊。我们的那个右下角的小黄车，你们点开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我们的1v1咨询，我们的闺蜜圈都可以在右下角看到的啊。都可以在右下角看到，因为这个平台它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挂链接卖课，还有挂链接销售我们的1v1的平台，所以说这个平台几乎它是只针对我们的朋友圈的，或者说已经买了课的宝宝们的，所以能找到这儿的肯定是有我们朋友圈的，对吧？没有我们朋友圈，你们怎么能找到我们呢？肯定找不到的。没有声音嘛？你们应该把那个声音调大，应该都没有问题，应该都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小窗啊、浮窗啊什么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呢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就是在这一个月，到1月1号之前，我们到1月1号之前，我们会先采取在这个平台做私域直播的形式，因为最近的互联网的整体的监管呐、方方面面的啊举报啊特别的多，特别的严格，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说呢，我又为了让大家老粉不走丢，老粉还能看到我，所以说呢，我要不然正常的话，我跟你们讲，我准备休息1个月的，知道吧？我们昨天就一直在商量说这段时间这么严格，我到底是选择休息1个月呢，还是说找一个私域平台播？所以最后呢，我实在是不希望大家找不到我，好多老粉天天都要蹲的，我怕你们找不到我以后恐慌。就是每天睡不着啊，对吧？好多宝宝说看我治抑郁啊，我怕你们睡不着，然后呢，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开这个私域平台给你们播，但是也有好处，一个呢是今天的连麦，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畅所欲言，我们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好多的宝宝一直都不知道啊，一直都不知道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啊，我们的1v1咨询啊，包括我们的闺蜜圈呐，怎么买，正好是吧？这个平台直接给你们弹出来，直接给你们弹出来，好不好？右下角的小黄车直接给你们弹出来啊，好吧？来，我们下一个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熟悉的小伙伴啊，因为我怕很多人找不到我，可能今天会很多人找到。Rebecca，哎，喂 ，Hello，你好，你好，曲曲，哎，你好，你好，哎，你说，你见多识广，想请你帮忙分析一下这段感情，说一下双方的基本情况啊。我在北京，33岁，1.72米，105斤，漂亮洋气，回头率高，长相7、8分，白富美气质。女儿11岁，居某队退役自主创业，资产加现金流2500个 W， 100万车，千万房。男方是39岁，1.85米，160斤，颜值4、5分，聪明幽默，头部券商的金融投行，年薪是税后200，国内 TOP 3本硕，净身出户，女儿跟前妻。现有一房，首付是200，贷款300，每年抚养费是20W。我们是在一起3年，相互很喜欢，初期是对我全线拉满，情绪价值啊、时间啊、陪伴啊、精力、金钱报备，见家长朋友皆到位，100依100顺，身世完美，10点半一直很激情和谐啊。
然后第一个月是给我30W，另买10W 礼物。之前提过几次领证，我都拒绝了。不小心带球，他想领证，我也加掉了。对我比较大方，生活关怀，经济付出有求必应，诚意满满。他交工资的时候，我知道他前期亲戚投他推荐的项目200W 无果，要他兑付。那他工资都兑付和支付抚养费了，又向朋友借200付房首付，所以每月扣除之后给我共20W。后来因为有时候吵架赶上他要交房租找我要，我赌气不给他就停了，说以后结婚再上交。热恋期的时候发现他扯证的真相是变心小 C 和 PC。我没有安全感之后就经常作，吵架呀，天天怀疑他和异性分分合合都很心累。他是心软善良，但是脾气情绪呢很不稳定，不知道哪句话就炸了。吵架呀会说给我花了多少钱，我还这样，就打压挑剔否定我。我脾气也不好，不会撒娇示弱。最后呢分手是因为我跟他要7万做牙。他开始是答应的，后来说我自己有钱出国旅游开生日 party， 还问他要，他借贷装修我不心疼他不帮他，说他是想强强联合找相互付出的，我贪心不知好歹，不想浪费金钱精力很下头。我挽回说自己缺安全感，不是捞女。以前也给你转过迷你不要，他说那还他20W 吧，但还不还无所谓。他有记账的习惯，3年共计给我花100W。我是喜欢他优秀啊，懂我心思，10点半。但是我很害怕和他领证，但又舍不得他，反正拉扯几个月，最后就是他现在对碰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她跟我说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我，但是平和，不 PUA 她，也不怀疑她，也不跟她要钱，说我是社会人，精明复杂。3年看清我把钱看得比感情重要，各种翻旧账，说她复盘自己当时太傻呀，心疼自己我对她也不好，说前期付出还捧着她，小 C 也没花她多少钱我当初知道她有负债，也没少花她钱，不是过日子的人。他说我再也遇不到如此对我尽心尽力付出全部的，我后悔自己理所当然索取辜负了他，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是不是我把一个就是对我真心实意上头付出的一个好男人作走了是这样的情况。好，你们这个盘呢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这个男的呢，他想找的是白富美，他之所以想找白富美，为什么？是希望白富美身上的价值作用于他，否则他是没有找白富美的必要的，明白吗？白富美是一定会作的，白富美是一定要有点骄傲的，所以说他找你的时候，他是知道你会这样，但是他没有想过你是一个一毛不拔的白富美，他没想过你是一个只往里掏不往外出的白富美，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他要这样的，他不会找你。所以这个男的，其实我跟你说他跟你追你的第1个月花了40个W，然后3年总共花了100，是这个概念吗？对，后期花的比较少。其实就是到手以后了，就开始降低付出，低成本持有嘛。然后他其实一直试图希望把他前面投入的给他拿回去，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对，你跟我想的差不多。对的，是的，这个就是他的行动路径。但是他的行动路径在你这没达成，因为没想到你是个铁公鸡。对，我也就给他花了10几万吧。对，其实我是跟你想的一样。但是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是不是真喜欢这样子，但是没有，这个男的首先他对于你呢，他的条件他并没有那么优越，他是在高攀，他正是因为他在高攀，所以说他在前期才会显示的这么的大方上头。对，他本来呢是希望通过是吧时间干嘛的温水煮青蛙呀，感化你然后再慢慢的就是体现他经济上的困难这个困难，然后让你往回贴但是没想到他都没做到。是，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那我还需要就是去挽回他什么的，就用钱，那也只能是没必要哈。对，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说实话，如果说你真的是个白富美，你说我愿意花点钱谈个恋爱干嘛的，也没人管你，是不是？但是你觉得这男的有没有必要？说真心话，如果退回到3年前，他就是一个有婚史有娃的，还什么40岁了吧？没有资产，也没资产，这么个人，你真的会愿意给他花钱吗？
而且比我大7岁，但长得还原到这个人的本质，你还愿意给他花钱吗？而不是看着这3年的滤镜。对，就是投入感情。如果你真的要给一个男的花钱，你也会有一个你自己的评判指标框架，对吧？没错，我就感觉一直花不出去这个钱。这个男的迷糊是迷糊在这儿了，知道吧？他其实是一样的，他想的是我要是愿意花钱，我肯定不找你呀，明白吗？他找你砸钱是为了从你这拿回更多，他是在以小博大，但是他没博明白。以小博大，我身边的闺蜜刚认识的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么说，然后我转达给她之后，她这3年每一次吵架都拿这个说，非常生气。她说你所有的人都说我以小博大，我博到你什么了？她说我博到你什么了？啊，我博你什么？像你这样的姑娘，未来就是没有闺蜜的。我跟你讲，你这样的姑娘就是那种女生最讨厌的那种人。别人跟你讲了，好不容易跟你掏心掏肺的跟你讲实话，你转头就跟那男的讲了，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呐，哎呀，算了，就是没意思。为了验证。幸好你来找我连麦是花钱的，你不花钱找我问问题，我跟你说，我一个字实话都不跟你讲。谢谢徐徐跟我说实话，那我就也没有必要。他其实就是奔着这个条件嘛，对吧？然后，对，所以他现在找他天天打压我，就找的这个也不如我呀，我觉得就很奇怪。那奇怪什么呢？便宜啊，解决问题啊。是没错。那我择偶方向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我挺难择偶的，就条件我不太门当户对，好吧？门当户对的，门当户对，我得提供情绪。要不就是门当户对，要不然就是小弟弟我给他花也问题不大，你总得平衡啊。凡事啊，它讲的是一个 balance 的一个事情啊，对不对？对，如果就是性价比啊。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不太风险比较大，所以我没太想给他付出。我觉得他40了，没有什么资产，风控能力还挺差的。这是对的呀。对，而且情绪特别不稳定。就是，他其实之前给我工资之后为什么不给了？就是因为我们一起买房子嘛，他让我出1300万，他出200万贷款，然后我不同意这个事儿。就包括后来就很多这种类似的暗示吧，所以其实我心里有答案。这叫暗示吗？你都能把这句话这么明的表达出来，这还叫暗示吗？但他说是写我的名字其实咱们根本就不需要直接联系。对，其实我是挺好不好？对，其实我是一个挺清醒的恋爱脑。其实我就一边就是想让人家好处，一边也不付出。其实人家是人财两空了，我是占了便宜的，不应该在这愧疚，对吧？你确实是占便宜的，你就是那个白皮女，说的一点毛病没有。那我是不是我挺内疚的话，我是不是还给他？内啥疚呀？你白皮个比你大7岁的男的，那有啥好内疚的？但他长得还不跟我差不多年纪，就看起来不错了，还是。那反正我就继续找个跟差不多的吧，就算了。好吧，就这样吧啊，别废话了啊。行，谢谢啊，好，再见，你们再聊下去，聊成那个村头大妈的那个聊天了，知道吧？再聊下去，聊成村头大妈的天了。欢迎大家，感谢你们还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我，寻寻觅觅，终于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了我，让我在茫茫人海当中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找到这个直播间的都是真爱。对不对？今天找到这个直播间的绝对是真爱。我们这1个月到元旦之前，我们开启非常时期的非常模式，所以说呢，我们只在私域直播，这个平台也是可以小窗的，宝宝们。小窗怎么小窗？小助理，要不你跟他们说一下怎么小窗？我们的某微页面的话呢，它可以这个悬浮播放。那如果需要小窗的话，需要下载这个 APP 小鹅通。OK， 这个 APP 的名字叫小鹅通，宝宝们，有多少人是我们的学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扣个1，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我们金贵的关系的学员？所以为什么说大家不要到处看盗版？我们一定要到金贵的社群里边，因为我们社群里面每天都会更新。第一，我们每天都会通知我们在哪些平台直播，直播的入口是什么，对吧？第二，我们每天直播的
过程当中，我们的管理员，我们的这个群管啊，就会像一个班主任一样，在我们的群里边给大家实时的去输出我们刚刚直播间里面发生的故事，以及曲这边给到他的意见的文字版本，一些建议。然后在直播结束以后，我们还会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整理的一个模板，讲的就是今天直播的10个经典案例，10个经典案例以及我给到大家的这个建议是什么的一个总结。而且我们金贵的关系的社群，我们的管理员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学习。新的学员进来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带着大家一起去学习我们的这个大纲啊，对吧？学习笔记啊，都会进行分享。而且你们是绝对不会走丢的，但凡是我们的学员是不可能走丢的，对吧？啊，小鹅通找不到直播间是他这个软件做的不太行，这没办法，他的做的有点不太好找，然后但是刚刚那个小助理说了，在微信上面你们也可以直接把小鹅通那个这个打开以后可以浮窗啊，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好吧？可以研究一下啊。来，我们来下一个连麦。是的，小鹅通这个软件下来了以后，它还不是很好用，说实话不是很好用啊。你们可以看到右下角的小黄车啊，宝宝们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你们从来没有在我的直播间里看到过我们这么详细的服务介绍啊。把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打开，你们可以看到金贵的关系，可以看到我们的1v1的方式，还有我们的闺蜜圈的入口都能找到，好不好？这个平台美颜太差了，他们这个功能简直就是一个叫能用，主打就只能叫能用。你好，曲曲。Hello， 你好。听得见吗？可以听到，你说。你好，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普通人的那个婚恋关系，想要曲曲给我出个主意。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就是我现在是在小县城里面工作嘛，体制内，然后基本盘是很一般的。然后有一个男嘉宾，他现在也是在跟我一个地方小县城，月收入是3个 W 以上的，但是他的老家是在省会城市那边买了房，家里是属于普通人当中基本盘比较好一点点的。然后我是通过对碰介绍认识的男嘉宾，3个月确定关系近1个月。确定关系之后呢，基本每天下班都会在约会，都是黏在一起的，相处都比较好。他对我的评价也很高，他是计划过年就带我见家长了，明年结婚生小孩的。然后确定关系之前还有之后2次都聊过关于前任的话题，他的回答都是会珍惜眼前的人，就是会珍惜我嘛，然后旧人是不会影响到新人的。但是上个礼拜，就是上周末，他骗我去外地出差，1周后会回来，结果是去找前女友去了。当天就被那个女生发现了我的存在，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闹嘛。然后当天男嘉宾给我打2个语音电话，我没有接。后来根据女生加了我截给我的他们俩的聊天记录，他是不承认我的女朋友身份的，说我只是一个撩他的人，而不是新人，是过来找他，是跟他复合的。我这几天是没有找到男嘉宾聊天说话的，男嘉宾也没有找过我。然后星期3的时候，就是事情过了2-3天之后，我打语音电话过去，是女生接的电话，那个时候是早上的9点多，开的外放。我问男嘉宾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男嘉宾他就不肯说话，回答我说没有要说的，过几天回来了会跟我说清楚。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说呗。然后男嘉宾就说了一句我选他，然后就直接挂了我的语音电话。我没有回，然后也没有跟他说任何一句话。后来女生在微信上找我说，她以前是不懂得珍惜她的男朋友，因为10月底的时候，因为有了男嘉宾，他是打算明年结婚，暂时就不要孩子，然后他就生气跑了，然后跟他提了分手。但是现在想要跟男嘉宾好好的在一起，就跟我说这个话嘛，然后我没有回复他。我现在是觉得男嘉宾的手机现在都是在他手里的，所以我没有发信息给男嘉宾，他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一开始我是觉得我觉得他是人品有问题的，不想要男嘉宾了嘛，就是采取的是冷处理的方法。但是我现在综合考虑一下，我还是觉得我不想放手，就是我想知道我现在能做什么。就是这2天他会回来，应该会找我谈话，我应该怎么去谈？他们俩现在情况是在朋友圈上发了官宣的，因为那个女生我觉得应该就是发给我看的。那个男的朋友圈公开了，是这意思吧？是的，男生和女生都公开了，我觉得就是发给我看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女生应该是拿到了男嘉宾手机，应该是，我觉得是被管控起来了，因为我打语音电话过去都是对女生接的。是啊，所以呢，现在你就是明知道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就已经是第3个你要挖了，是这意思吧？我都觉得我不是第3个啊，我跟他是正儿八经确定关系谈的恋爱呀。我知道啊，但是现在事实是什么呢？你现在的是情感上的认知，情绪认知，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人家俩官宣了，人家俩现在已经在一起好几天了，人家日夜24小时在一块儿，电话打过去只能女的接，那人家就是正的呀，那你就是歪的呀，这个就是事实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首先能不能认知事实，认知事实再谈怎么办。能认知事实，就是我能清楚这个基本盘我处在什么位置，对不对？我现在就是第3方了，明白吗？好，那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只有4个字了，你就叫楚楚可怜，做小伏低，就只有这4个字，对不对？好，8个字。如果说你还抱着一个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为什么你首先要把你的位置搞明白？位置不明白，你的动作它就是一个没有正确的对自己的认知的动作。你只有把位置搞明白了，你才能做得出来吻合你的位置的动作。就是这样。如果说你觉得我还是想努力，我还是想试试，那么很简单嘛，绿茶就要上身了嘛，对不对？白莲花上身了嘛，绿茶上身了嘛，对吧？这个男的嘛，一看就是个墙头草，两边倒的那一挂，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说白了就是你要是愿意去掺和这么一脚，对吧？非要跟他2个人争一争，那很简单，那就是你就是林黛玉上身，就这，没什么别的。具体有什么话术吗？就如果有，就是我难受呀，我伤心啊，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呀。我还是虽然说是我已经知道，可能你跟他感情比较深，但是我还是放不下呀，我还是觉得我放不下呀，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呀，然后就开始哭啊，就是这种办法呀。那如果那个女生跟男嘉宾一起回来了怎么办呢？那他一起回来，那男的怎么会跟你聊呢？聊个毛？那就没有聊的空间了呀。这个男的只有说他心里又想吃着又想站着，他自己回来以后他就会偷摸的找你，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说他们2个人一起，那你肯定是没有用的。他这2天会回来，我要主动联系他，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家吗？不要，我就是像现在这样冷处理，什么都不用说话是吗？我说了，等他找你的时候，你才有说话的空间。因为你现在跟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女生在看，那你跟他说了干嘛呢？所以他现在是因为手机被管控起来，所以是不能联系我是吗？是这样的啊，他不联系你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更加喜欢那个女的，他害怕那个女的发作，所以他不联系你。也就是说他要对那个女生忠诚，这是一个原因。要不然就是他是想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但是呢因为那个女生在旁边，他实在是不好找你，他就这2个原因，但是不一定是后者，有可能是前者，你不能自己给自己洗脑啊。因为我跟他之前是聊过关于前任的话题的，他当时是那样跟我说的，就是我有点纠结吧。
纠结什么？他不跟你说怎么把你 hold 着呢？你这不是搞笑？他直接跟你说不行啊，我忘不了前任呢。这天下有哪个男的这么说话吗？那要不要提起？要不要跟他说话的时候，要不要提起这个事呢？要不要提起说你之前跟我说过什么东东？那你看，你的位置，你不要忘记你的位置，你忘记你的位置，你就没什么好聊的，你就放弃就完了，本来就没多大个意思。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你是怎么做，但是本来就没有多大个意思，你要是做不到，你就放弃。就是以前他的什么承诺啊都不能说，只能说现在很伤心。意义是什么？人家现在就是不兑现，意义是什么？我感觉他一开始是两边都想哄着的，不然就不会说骗我去出差。所以呢？那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小县城工作嘛，然后对象不太好找，我有一个想法是要不要去稍微更大一点的，因为我现在是小县城的市嘛，要不要去那种更大一点的市去工作，会不会更好找对象？你多大？28。可以啊，那要去就赶紧去，就别磨叽，别磨蹭。那外面的机会会更多是吗？如果你想找条件好一点的男生，那肯定稍微城市竞争力大一点的，可能人就会多一点呐。你觉得我能驾驭住这种男生吗？就是我想找比我更好一点的嘛。没有什么驾不驾驭得了的，你就想找个月入3万的嘛。也不是，就是他就算现在月入1个万或者是5000，我也喜欢他。你跟我说这话干什么呀？啊？你跟我说这话干什么？你是显得自己很不值钱是吧？赔钱货，你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这话？明白了。挂了，拜拜。好，真的是不把个人搞上头，这是不行啊！你们这些人，不把人搞发脾气是不高兴了是吧？啊，好好说话都不行，还非得把人搞上头来，非找骂，真的是。这男的已经劈叉劈成这样了，跟我说，他就算挣5000我也爱，那你就给钱他噻。你跟他说那个女的还花你的，我能给你倒贴点，你回来吧，我求求你了。什么鬼呢？真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本来我就不喜欢那别人很下沉的男的，又是这又是那的。我已经很耐着性子的在跟你讲这个事儿怎么搞，1、2、3、4、5了。你简直就是你是在突破我的底线，你在挑衅我，你完全是，你是不是挑衅啊？哎呦，我的妈呀！那我还能找到条件更好的男的吗？挑头，那这男的他就算挣5000我也喜欢。哎呀，妈呀！我们在这偷偷摸摸的跟你们搞私域直播，不是为了解决你们这浆糊脑子的好吧？啊，你们平常有点什么大佬的问题，平常在公开平台，我不能跟你们说那么透彻，对不对？今天我尽量跟你们说透彻点啊，你们不要搞这些鬼人来挑战我的极限，好不好？我正准备说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关注我，后来发现好像这玩意儿关注不了，这玩意儿应该关注不了，不用关注，大家直接右下角小黄车，好不好？大家直接啊，咱们一步到位，主打就是个一步到位啊，不用再弯弯绕绕的了，咱们这就是私域。右下角小黄车点开，直接可以看到我们团队的所有的付费服务，他们上面能够看到我们的那个微信二维码吗？可以设置。应该都是我们朋友圈里的吧？今天来我们直播间的应该全部都是有我们朋友圈的，对吧？对，这里真真实实大本营，全部都是我们朋友圈的吧？但你们应该都是有微信才看得到今天的这个直播的，有没有微信的？你们有从非微信的地方进来的吗？哎，有没有从非微信的地方进来的？你们扣个1我看一下。不是从微信的地方，从别的我不知道哪里，不是微信进来的有吗？扣个1我看一下，有吗？有吗？
有不是微信进来的吗？还有啊，那从哪儿来的呢？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不是从微信来的，你们从哪儿来的？啊？我们录屏团队在这个各大平台的粉丝群里面会发。哦，我知道了，那你们赶紧的啊，赶紧右下角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的那个，右下角看能不能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好不好？他那个能看到微信二维码吗？他们在哪儿？设置。哦，好，大家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把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弄到右下角小黄车里头去，好不好？哦，OK。好，然后你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不好？不会走丢啊！所以你们看我苦口婆心，每一场都在说找圈圈，找圈圈，每一场都在说你们找的大本营，就是因为你看，我们这到非常时期、非常方式的时候，是不是好多人就找不到了？是不是好多人找不到了？太难了，太难了！真的做个直播不容易。我现在跟你们讲，真的，我发现我们其实性价比也挺低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叫什么呢？你看啊，那些做带货的主播吧，别人一年是吧挣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的，也没啥。我们吧，说起来好像是一个行业的头部，但是呢，这么小的一个行业头部，这么小的一个行业头部，每天给我们上的那个监管呐，简直就是满清十大酷刑，真的是满清十大酷刑。啊，我们一年挣不到几个钱呀，也就是一个小赛道的一个头部，每天就被盯着搞，这怎么搞？我们现在真的是如履薄冰，你们知道吗？如履薄冰。现在到年关了，最后1个月了，我也想稍微的低调一点，大家能理解吗？现在年关，而且最近你们也知道各种各样的事儿，是吧？所以说呢，我也害怕呀，怎么办呢？是不是？怎么办呢？来，大家把加油打在我们公屏上，好吗？把加油打在我们公屏上。右下角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对吧？那个团队老师的衣服，刚刚有人问，金贵的关系原来不是2000吗？姑娘，我已经涨过2轮价了，而且我跟你们讲，我的金贵的关系虽然说你们可能到处能看到我们的一些盗版切片，可能有的人觉得盗版切片，但是我想跟你们讲啊，不一样。你们知道我们每天多少的人力在运营我们社群吗？你们知道我们在社群里分享多少的干货吗？我们现在有群，我们现在有80个群将近，是吧？我们现在有80个社群，每个社群200个人，我们每一个社群里面单独的管理员、单独的班主任，给大家每天总结我们的直播内容，我们课程里面的内容，举一反三，你们跟我们花多少精力来运营？现在你们看到的是3580，迟早有一天会变成5380。我现在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我们不仅仅不打折，不跌价，就算全网都是盗版，我们还会涨价，而且我们也不会缺人过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为什么？因为我会不停的往我们的金贵的社群里面灌内容，这个是我要做一辈子的事儿。我们做社群是要做终身的，可能我们以后还会有课程的迭代，然后在金贵的社群的基础上面，可能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加一些服务包进去，我们的这个价格只会往上涨，不会往下跌啊，不会往下跌，好不好？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课已经卖了2年多了，卖了2年了，涨价涨了2、3轮，大家应该知道对吧？来下一个来。他这个老是一下子一点屏幕，他就被清空了。丽丽啊，丽丽，你们可以看到小黄车已经把微信弹出来了啊，
小黄车已经把微信弹出来了。哎，连上了吗？还在连。连麦是一样的啊，我们的连麦都正常连，连麦都是正常连，还是要找我们的小助理预约，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微信加上。想要连麦，看我们右下角有一个微信的弹窗线弹出来，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以后呢，可以去预约连麦，因为我们的连麦是审核制，你们要先把你们的故事给到小助理，然后小助理这边看了你们的故事以后，然后再帮你们来预约我们的连麦时间。怎么找浮窗？找一找就能找着，它有浮窗功能，只是不太好找啊。这个丽丽连不上啊，丽丽没连上，丽丽没连上。你们看不到现在这个微信二维码弹窗吗？这个右下角的。YY 没有连我呀，这个 YY 没有连我 ，YY 没有连我啊。看得到二维码赶紧啊，赶紧添加，赶紧添加。今天能找到我的那都是上辈子的千万次回眸，才换得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相见。所以大家不要再走丢了啊！对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刚刚是有个是要连丽丽是吗？书的链接咋不上？书的链接上得了吗？上不了，书的链接上不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小鹅通上面，我们现在能上的只有在小鹅通这个软件上有在售卖的东西。我们的社群1v1闺蜜圈都是在小鹅通上面售卖的，所以它能上。但是我们的书没有在小鹅通上面售卖，所以它不能上啊。曲曲爱你，我也爱你们。这个丽丽连不上。他这个网可能不太行，这个丽丽的网可能不太行啊，连别的吧。怎么浮窗？今天太难找了，是的，我怕你们找不到，我焦虑啊，所以说本来我想休息1个月的，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啊，就是我这个月的20号，我会带着我们闺蜜圈的20个人一起，我们不是有一个闺蜜圈吗？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右下角小黄车有个闺蜜圈，因为我们闺蜜圈是我个人的一个交朋友的平台，闺蜜圈现在已经有110个人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月20号，我不是要去迪拜嘛，我会带着大家是成一个团，然后一起去迪拜。因为我17年的时候在迪拜那边有买一个房子嘛。然后我这个月的时候过去收房，本来呢我是要给大家全程的做直播呀，干嘛的，但是现在整个都要低调，可能到时候就不太能够去分享全部的东西了。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切片出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短视频切片会出来，大家应该还是可以看到。但是呢，可能很多东西就看不了了，没办法。瑜伽，他们怎么都连了半天没声音呢？等一下啊，我先连几个小伙伴，看看怎么连不上来，咋回事？这个人没连我，这个主持人。瑜伽，我在连，是这样的，我们的闺蜜圈呢也是终身制，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的闺蜜圈现在写的是个98800是吧？98800它也是终身制的，跟我们的金贵社群一样，它也是永久的。只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个里边有一个1年的老师的陪跑服务，但是这个是只有1年，第2年的话可能就需要别的计算方式，但是社群是终身的。Hello， 你好，你好，老师。哎，你说听得到我说话吗？哎，听得到，你说。哦，我太激动了，我终于连上了，等了半年了。好激动。我是学过金贵的关系的，然后我就是之前认识了一个大苹果嘛，然后感觉他是非常成熟，然后做事也很冷静，我非常喜欢的类型。后面就发现他是唯类，而且多偶。就是我一开始是那种拒绝谈钱的嘛，谈米的，所以他是没有实际付出。这一段关系就是我非常内耗，否定自己的自卑，然后又讨好又不自洽，就是后面关系非常的紧张。然后看了您的视频，又通过1v1就后面调整过来了，然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开始调整心态，开始学会开口。后面我以开会所的名义请他帮忙，他答应了给我30W，后面他给了我18个现金，然后现在还有这个都是在1v1之后的事情是吧？是的，就是我开口问他，现在拿的18个 W 的现米是吗？对，他是给的现金，因为他不方便转账嘛，是给的现金。接着说，然后现在他又说，就是我还差钱嘛，因为我那个装修都现在有100个左右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还差钱，我是不是找别人投资？我那天就问了他一下，然后他说那就不用找别人投资了嘛，然后他就说他去贷他自己去对，然后给我那天他就把他贷米成功的一个截图给我了，我说我压力好大，我很紧张，我说我怕我搞不好。他说那你要努力赚钱，他是以投资的形式给我的，因为我也说是让他投资，我给他股份嘛，但是因为我是通过安安老师，他说就是跟他提这个，然后他就是说也没有写这种股份的协议，也什么都没有写，就是他说不用写，然后我说了以后给他分红，然后他说那你打算给我多少股了？就开玩笑的说的，就是这样。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要他现在的这个20个，他是带了20个，怎么着？到临门一脚了，心软了？不是心，我怕我以后是应该要。就是他带的嘛，然后我就觉得我压力很大了。但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投给你的嘛，你好好干不就完了吗？你只要自己努力干了，那干赚了嘛，赔了嘛，那个东西那也不是你能控制的。但是咱们努力过，对不对？你不能说好不容易你要让人家给你付出，吭哧的搞了半天，最后人家要给你的时候你又怂了。那就我还是要这个钱，他如果给我。我要跟他去提嘛，这2天我没有，就等他自己给我。你提呀，你现在没有1v1了吗？有啊。对呀，那你就是接着是安安老师让你咋搞你就咋搞呗。你看你最讨厌你们这种拿了结果还不听话的。是的，拿了结果还不听话，一点都不知道知恩图报。但是我知道他有很多这种关系，就是我猜的，不是验证了的，是我感觉的。所以我有点犹豫，我犹豫什么？犹豫的点在哪儿？因为我现在是，我跟您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是31岁，然后不是，我不需要你的基本盘，你搞了半天，你吭哧搞了半天，人家给你，人家现在同意了，你也马上到账了，你现在犹豫什么？你告诉我，你别说你自己。你就说你在犹豫的点，一句话，你怕什么？就是我觉得他的男女关系比较多，我现在就有其他选择嘛，可以，所以我是不是就放弃？男女关系比较多，有其他选择，所以呢？你怕他找你要？对，我怕他以后
觉得我因为我以前一直是很恬淡的，但是我现在不想恬了，我就觉得。那你是不是想撤退？对，就是你不想要这个米了，撤退。有这种想法，对，我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不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没有正不正确的，我们从来都不会在一个，就是我们不会在一个非1对1的关系里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这个话我都不会讲的。这个话这是你们自己选的路，选与不选那是你的事儿，我只能说你选了怎么办，我没有说你选与不选的，选与不选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好。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就是我现在是做酒店的大客户经理，我能接触到很多的这种老板和政府的这种苹果，不好意思，然后我就是现在自己我们是小县城嘛，也不是小低级市，就是低级市，然后我做这个会所，我是不是要工作可以辞掉，还是同时进行？那你要看你的能力了，你自己做会所嘛，你的精力够不够用了？你总不能说你做个东西你不想着赚钱吧？你要想赚钱的话，你肯定得投入很多精力进去的呀。对，但是像我们现在，因为我在这里9年了嘛，然后我的这种关系啊，包括这种资源都是很成熟了的。他工作上不用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做过生意没啊你？我很久以前做过。你没做过生意，你就别在这胡说八道啊！任何一个生意，你要想赚钱的都不容易，你搞到盈亏平衡都不容易。什么叫做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什么什么，除非你是什么，除非你这个会所已经开了1年了，然后现在你不去都可以稳定盈利，你再来跟我聊这个天儿，好不好？就是现在您不支持我做这个会所的。我的妈！我的妈呀！我怎么这么……你还是跟安安老师沟通吧，好不好？我没有不支持你做会所，我是说要看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多余的精力分出来，还什么要搞这要搞那，咱们一次能把一个事儿搞明白就不错啦。好的。想干就好好干，不要高估自己啊。好，然后就是我们的工作会碰到一些这种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嘛，40加的，他们会聊骚，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可以拿到一些更多的资源和这个。你不是在1v1吗？你这么大的问题，你每天问不就完了吗？每天遇到谁了，人家跟你说啥了，你就问不就完了吗？但是我想听您的建议。我给你啥建议呢？我给你的建议你都听不懂，你连那个20你都把握不住，你还有什么？你还要建议什么呀？还什么其他的1、2、3、4、5？你这个已经都搞到门口的了，你都搞不住，你还搞其他的1、2、3、4、5？那您现在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我都吐血了，我的妈呀！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们1v1了吗？我想骂人，我一天天的啊！我没给你建议吗？我说了，你要把那个20拿着，好好干，干出盈利，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好。像我很紧张，不好意思。确实。你还有啥问题？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早嘛，然后我老公的条件是1年是6个 W 的收入，然后他们家的条件还不太好。就是我们是感情还可以，但是我就是
想上升吗？还是自己有没有必要就是扯快乐针？它影响到你在外面赚钱了吗？影响到了你就扯，没影响就不用扯。但是我不喜欢他的家庭，就是觉得很压抑。啊，那就扯，这个男的没有探讨的必要，没有探讨的价值。好不好？好，谢谢学员老师。就这样。你没把安安老师气死啊？我要给安安老师，你们再这么搞的话，我要给安安老师搞精神损失费了，你们知道吗？你被个爹爹白批了那么长时间，安安老师好不容易给你努力来努力去，跟你努力过来的米拿了18个，怎么着呢？后面20个不想要了，觉得我已经拿了18个了，我可以撤退了，是这意思吗？别人安安老师跟你努力半天，跟你找投资，跟你拉投资，让你跟这个男的聊，最后男的说我米已经准备好了，你跟我搞一个，我好害怕呀，我怂了，完了以后还来问我后面怎么搞，你别把我搞吐血了好不好？真的，你别把我搞吐血了，你别把安安老师搞吐血了，最后安安老师说我不干了，你们这活咱干不了，我干不了一点，真的是服了。哎呦我的妈呀！所以说你看，找个老公6个 W 1年的老公，是不是还在那跟我说，哎，我该怎么搞啊？我该怎么搞啊？好不容易现在搞个大苹果，别人要给他投米，他说，哎呀，我不敢拿了，我拿了他的米，万一我跟他分不掉了怎么办？你们这人生是天天在这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你能搞个啥？你能搞个什么？他还在跟我说，哎，我能接触到很多资源，我能接触到很多大苹果，你接触了个屁用？接触了毛用没有？但凡想让你借助一下这个资源，借助一下那个平台，马上开始怂，马上心里开始犯缩，好不容易攻到门口去了，哎呀，这不行啊！这要是攻进去了以后，我们这个关系长期绑定了怎么搞啊？我们这个关系绑定太深了怎么搞啊？那你就在家睡觉，好吧？在家睡觉躺着，啥也别干啊。对，今天是单平台直播，今天是单平台直播啊。今天是只有在小鹅通这一个平台，我们今天是全网都没有播，只有这个平台单平台在播，而且我们这个非常时期的非常直播模式会一直延续到1月1号会延续到1月1号，1月1号之后会怎么样？到时候再说。但是目前呢，我们是到1月1号之前，我们都是在小鹅通这个单平台上面直播。然后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弹窗，右下角弹窗是有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大家能看到微信二维码吗？有那个还没有加过我们的微信的宝宝，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的二维码。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打开，可以看到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可以看到我们的1v1，可以看到我们的闺蜜圈，对吧？都有，上面都有列表。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些服务类目感兴趣的，或者说你们不敢直接现在就是说我怕后面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你们先提前把这个二维码添加起来，好不好？因为1月1号之前我只在单平台播，如果大家不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的话，很有可能会走丢。你看你们今天找到我就找了半天，不容易，对吧？微博这段时间不会有回放，我们到1月1号之前，我们现在是在全平台的一个极致低调模式，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极致低调模式。我们的极致低调的方式就是我们只在私域直播。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私域直播，今天来的绝大部分都是有我们的微信的宝宝们，都是有我们的朋友圈的宝宝们。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录屏的生成也会在小鹅通生成，我们这个录屏会有，但是也只在这个平台会有，其他的平台暂时不会有，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切片还是会分发，但是呢，我们整场的这个直播内容的回放只有这个单平台。因为最近要年关了，各种各样的监管投诉呀，非常非常的多，懂了吗？所以说就算是我们在公开平台去播呢，我也害怕中间会不停的断播，
不停的断播就严重的影响到我给大家的这个输出，对吧？可能很多宝宝你们过来连麦啊或者干嘛的，然后说着说一半断了，这个感受就很不好。我还是希望你们来连麦的时候，我能给到一些比较有效的建议，好吧？啊，来下一个来。对，这个平台是可以看回放的，回头我们会把这个回放的那个链接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到啊。Hello，曲曲能听到吗？哎 ，Hello， 可以，你好。曲曲你好，我是咨询正常婚恋的。今年6月我分手了，但是一直没有完全从内耗的情绪里出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的上一段感情。那第二个问题是希望你能给我未来择偶一些建议。我的基本盘是今年27，211博士在读，明年毕业会去大学当老师，长相6分，性格好，比较开朗。父亲是做生意，母亲全职在家，家里有4房，没有贷款，资产大概1000多 W。那男嘉宾是29岁，普通高校硕士毕业，私企工作，年薪税后15 W， 长相我觉得有6.5，但是朋友说只有5。家里2房，有贷款，资产400 W 左右，母亲是医生，父亲在私企上班。我们是软件认识的，在新一线城市，恋爱1年半。恋爱期间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我们10点半也很和谐，在一起除去备婚的开支大概给我花了5 W， 那加上备婚的话大概已经花了10 W。 我们平时消费基本是6、4开，就是今年开始备婚我们就出现了很多矛盾，那大概是这4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俩认识之前他父母就给他在工作的城市买了房，那我俩刚认识，房子正好交付了，他父母就花了50 W 装修。后来备婚，他妈妈就和我说彩礼只能出10 W， 还有婚礼备用金10 W， 就剩下的让我们家按想要的标准自己添。当时这件事就让我不太开心。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翻他手机，发现他在和我恋爱3个月到1年的这段时间吧，和一个女生聊骚，而且每个月会转500块给那个女生。当时我就500块。对，然后当时费用太低了点吧。当时我就立马起跳了，他就跟我解释他们只是同学，开玩笑的，而且转钱的话是因为刚工作要贷款买手机，请那个女生帮忙然后我就信了。因为当时口罩我俩异地嘛，但是期间我是来找过他好几次的，他就跟我说他和那个女生没有实质的行为，并且不在一个城市。那起跳前我当时有拍他们的聊天记录，但是起跳当晚呢，吵架时就被他抢走手机，删除了照片和备份。而且当时他就反应特别激烈，就是下跪磕头还扇自己巴掌，然后拿东西把头还砸破了。然后当时他就给我转了6 W， 求我不要告诉父母，但是我还是告诉了。然后他妈妈虽然也有批评他，但是还说我有大小姐脾气，就说他儿子也要再考虑考虑。因为我的情况是之前我在省会城市定居了，本来毕业后我是想回省会发展的，那意外考博到了这个城市认识了他，和他在一起后我是改变了想法，想和他在这个城市发展的。那当时他也说因为我没有完全决定要留在这个城市，所以他有想过跟我分手才去聊骚。后来呢，我是念在没有实质行为原谅了他，他又把6 W 给要了回去。那第3件事就是这个聊骚事件半个月后，我们俩是继续推进了，准备买车，他就要求我家要陪嫁一辆40 W 的车，并且款式型号等都要听他的。当时我们是有一辆40 W 的车在开着，是我家前几年买的，他就说新房要配新车。后来我们是因为上哪个地方牌照的问题大吵了一架，他就坚持要求上所在城市牌，说是归属感问题。但是我想这个车我家出钱就应该由我决定，是话语权问题。他就辱骂我，就满口国粹那种，还摔东西，说我们家一直在给他画饼，就不拿米，还在提防他们家。当时也被我录了音，
主要是备婚期间呢，我觉得他也总是在打压贬低我，但是刚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会夸我什么的。我不知道这种态度的变化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这期间，我们家发生了2个小变故。一件就是在口罩期间，我爸无聊给主播刷了50多 W， 然后被我妈发现后呢，当时要闹着扯快乐证，但是没扯。那第2件就是今年我爸公司关了，他就转行去当司机了。那这2件事我都是如实告诉了他。然后后来吵架之后的第2天，我趁他不在就从新房里搬走了我的所有物品，当时已经装好，我们俩住进去了。那搬走后我回家给我父母听了录音，我父母也从支持我们到反对我们。他母亲得知后呢，先是在电话里辱骂我，那第2天他母亲又见面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就说我不懂自爱自重之类的他也一起跟着说了我的很多不好，就是当着我父母的面。然后后来第3天他们母子俩又求复合，但我拒绝了。然后妈妈就发小作文管我要房租，就说就把我当租客吧。然后男嘉宾还说要到学校找我导师，跟我打官司之类的，要跟我经济清算。我就把备婚的一些定金、钻戒的米等算清，还有就是 AA 吧，然后共计5W 左右转给他了。然后他们还要求我退回第1次去我家带的1箱酒，大概6-7K 这样。酒也姑娘别说了，不是你的事到这样了，你还来连什么麦呀？还有连麦干嘛呀？现在我就是觉得很难受，就还有最后一件，难受你来找我倾诉来了。最后一件就是分手后他才告诉我，他其实之前得过甲状腺癌，但是他这件事一直隐瞒了我。他跟我之前都是说他是得了甲减，然后就是我现在感觉有点迷茫，因为我陆续也见了10几个男嘉宾。迷茫什么？你在迷茫什么？你不会迷茫，我根本跟他和好吧？就是他现在时不时还会来找我，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觉得，就觉得就是很怎么说呢，还是很内耗，就想请你帮我分析一下男嘉宾的人性底色。哪个点需要分析啊？哪一个点需要分析啊？啊？哪一个点模糊了要分析啊？就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这么好，然后后来会发生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一开始这么好是装的呀，那为什么呢？那刚开始追一个女的的时候谁都好，哪个不好啊？你就算是 PUA 大神，他上来的前面半年他也得好啊。所以就是我后来做分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是吗？因为我们在一起其实之前感情还挺好的。你在搞笑吗，大姐？你是在搞笑啊？不是你们今天连的这些麦，感觉我是个摆设呗，就是你们这些连的这些麦都没有，我都没有聊的空间，我都不知道聊什么，就都一个模糊的点都没有，有什么好聊的我都不懂。就是还是想哪里模糊了还需要分析啊？所以他就是很算计，然后也就是一直在骗我，是吗？不是。人家要找个条件好的，那花钱的，你花呗，那你在模糊啥呀？我们在一起，其实我们开支人家看上你们家有钱了，结果呢，后来发现是个空壳子，没有了。你居然跟他说你爸去做司机了，他直接告诉你，那我之前得的是癌，是不是？你都告诉他你爸去做司机了，他心想，那我要跟你讲，我得的是癌，是不是？你爸怎么能从一个老板变司机了呢？那他想的，那我也不甲状腺了，我是甲癌，我癌了。就是确实是因为我跟他说了这些事情，所以他就是态度就是转变了。这不是明的吗？那装都没必要装了。原来是觉得高攀了，你要装一下，现在还装啥？发现你们家都变司机了，我还装个屁呀！我装。明白了。那我后面如果择偶的话，是不是这些不太好的事情都不应该说？这不是好的事情不应该说，你应该感到庆幸啊，大姐。首先啊，说是没必要说的，说是不应该说，是肯定是不应该说。但是个男的是真稀巴烂呐，你别管你说不说，这男的也太差了，这太差狠了呀！这一分一厘的给你算的干干净净，连他妈一块，你天哪，你敢想啊？你跟这种妈你敢过呀？那你胆子也是虎啊，那你属于虎妞，你这种妈你敢过？主要是我们刚接触的时候，之前他妈妈对我还挺好的，就去家里也很热情，然后就是那谁还不能撑个3-5天的呢，大姐？啊？人家出来谈个恋
爱找个媳妇儿怎么着呢？一上门就开始摆脸子，你看上着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有病。我明白了。我今天就是来想要曲骂骂我的，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一直很难过，因为这件事，我的恋爱经验确实也比较少。你那是恋爱经验少，你的脑子不好用，恋爱经验少，这人品都看不出来了，还叫恋爱经验少的问题啊？好的，谢谢曲，我明白了。我要吐了，你们怎么今天全是这要吐的案例啊？搞什么啊？搞点不想吐的行不行啊？搞点正常的能下饭的行吗？我们本来直播就是个下饭节目，你们这净搞的些作偶节目干什么呀？净搞些生理反胃节目。这样的话，我跟你们讲，我们以后这私域直播播不成了。说没必要吧？我这蹲了半天，蹲了个生理反胃，什么鬼呀？就这不知道聊了个什么玩意儿？就是你们的逻辑是，这个男的1他怎么稀烂，2他怎么稀烂，3他怎么稀烂，4他怎么稀烂，5他怎么稀烂，然后到了最后是我不舍，我该怎么办？你饶我一命，好不好？饶我一命啊！这不是录播，你看这美颜像录播吗？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穿衣裸露的面积都变大了？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天穿衣服的露肤度都变大了啊！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的领子开这么大？什么时候见？我们4年，你们没有见过我们领子开这么大，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啊！私域直播，全平台只有独此一家私域直播，今天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开平台上播。来到这里的大部分今天都是我们的朋友圈里头进来的，都是我们的学员。所以说你们看那个叫什么那个俄国女王啊，叫什么叶什么杰琳娜，那个叶卡捷琳娜，有没有点这个感觉一下啊？好好感觉一下，你们真的是什么时候见过露肤度这么大的衣服？这还用问吗？这显然是新的呀，显然是此时此刻呀，对不对？你们看一下我右下角的小黄车啊，现在你们能够看到我右下方有一个微信二维码的弹窗，对吗？有的还有从各大平台挪步过来的宝宝们，还没有我们的朋友圈的，你们一定要首先把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弹窗的微信二维码先添加上，好不好？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右下方这个小黄车，这个小黄车给它点开，你们能看到怎么下单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啊，我们的1v1的服务，以及我们的闺蜜圈，我们的这个右下角的小黄车弹开都可以看到啊，都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这场是私域直播呢？因为其他公开平台我们都是没有办法上我们这些项目，上我们的这些课程的，好吧？大家如果要进了我们的金贵的社群的话，是肯定不会走丢的。我们每天都在不停的给大家更新我们的直播的情况，对吧？在什么地方播，今天的直播输出了什么东西，经典案例是什么，以及曲给出了哪些解决方案。我们每一场都会在我们的社群里面不断的给大家做更新的服务啊，好不好？我们到1月1号之前都是在这个平台单平台播，到1月1号之前啊。所以说不是今天这一场，是到1月1号之前的每一场，但是我们直播时间不变，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你们现在拍了那个金贵的关系的，也要加这个微信，右下角弹窗弹出来这个微信一定要加，因为这个是你们的小助手啊，这个是你们小助手，你们就算是拍了这个金贵的关系，还是要通过小助手让他来把你们添加到社群里头啊。来。下次可以穿更低，是的，1月1号之前我们就是好不好？首先给大家搞一个这个服装大演绎啊！我跟你们说，平常你们看到我穿的那都已经是很低调的衣服了，这都不露。其实我是喜欢，没有这个 CC 没连我看看还有谁？小鱼同学，其实我很多衣服都是很性感的，但是我平时都穿不了。Hello， 你好，你好，可以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曲姐姐你好，
稍等我一下，我来看个稿子。我能不能去个地方呀？肯定是退不了的，你这一退肯定是看不了了啊。没事，我拿了一个 iPad。好，好的，好，我出了。哦，七七姐姐你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是我们的学员，然后呢，我先讲一下。哎，你这个网不太行，姑娘。根本学98年的，然后我不太行，网不行，你网不行，你换个网，你换个网。这个 CC 还有主持人凌晨，哦，只有凌晨2个字，是他吗？还有谁？2位无法添加，他们说。Hello， 你好。你好，能听到吗？可以，你说。我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吧。稍等。这个连麦也是要预约的，宝贝们。你说。34岁，然后年收入10几个，长相6到7分，然后是在2线城市，然后是在围城内，跟老公现在是分居好几年，有一个粉宝宝。然后男嘉宾是比我大10几岁，资产几个小目标，认识5年，之前都没有联系，然后是对他爱答不理，然后之前也有把他地球号删掉过，最近通过闺蜜又联系上，后面时不时就给我发信息，基本上也是不怎么理他的这种。然后有说追求我要表达诚意，他自己开口说要给我转5万2，我说要2个才能跨出这一步，他很爽快，立刻就给我转了10万0 4千个米。然后有跟他谈生活费3万，当天晚上叫我跟他走，我说这几天不方便。后面有报1V1课程，然后本来想说就是在他送我叫他再送我一个5、6万的礼物，再发生10点半。老师说发生完也是一样可以要礼物，没必要那么心急嘛。后面就有发生过一次10点半，可能是我表现的没那么好，对他不是很喜欢，很抗拒，然后结束完着急要走，送我回家，有说叫我工作不要这么辛苦，他会给我米。后面发生完，现在有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我主动给他发信息约他见面，中间就有一次晚上，他说要来我住的地方，然后我跟他说不方便去酒店，也没约成。后面就有见过一次，还是在按摩的地方，然后跟我闺蜜一起送我回家，就开玩笑说又要去我家嘛，然后我跟他说去酒店也很方便啊，后面他就说开玩笑的，叫我早点回家休息，改天再约。中途有一次我跟我闺蜜去按摩，刷了她的卡，然后那一次她有点生气，她是很怕我们的关系被我闺蜜知道，叫我不要约她，因为我闺蜜是他们老家的，就是他们是认识10几年，然后那天发信息是有点情绪，然后有安抚她，就是说以后会注意，然后我跟她说我也不想我闺蜜知道我们的关系，叫她放心。现在问题就是说就是有一点推不动这段关系，就是发信息说想他，他说叫我说明原因，为什么会想他，然后就是做个总结陈词。对，然后他就说就是他说你不是说我又坏又渣吗？因为之前就是我很讨厌他的时候嘛，然后他经常晚上约我，然后我就跟我闺蜜吐槽他，就是说他每次都很晚约我，就很烦嘛。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们不谈米才是真正的想他。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主动给他发信息，他是偶尔给我发个信息这样子，然后也约不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推动这段关系这样子。以你的这个情况啊，我是不建议你再往下走了，以你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抗拒、抵触，
全部都让这个男的感受得一清二楚。别人给了你费用之后呢，没有享受到任何的服务体验，尤其是情绪上的，而且后面你跟你闺蜜传达的东西也陆陆续续传递到了他那儿，所以说他现在整个对你的感觉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吃苍蝇了，这个男的感觉觉得自己吃苍蝇了，他觉得自己花钱吃苍蝇了，是这种感觉。所以你还想，因为以你的性格，你舔也舔不住的，你找这种人，你只不过就是找，你找就是找，但是呢，你没有那种情绪价值的输出，你没有那种低姿态，而且就算让你情绪价值输出低姿态，你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人不会再为你付出一分一毫，你是不可能支撑，你没有动力去支撑你在情绪上面那样去做低姿态的。所以你这个事情往后走就走不动了。那如果要是拉情绪的话，就是报1v1，你觉得我这个有必要吗？时间有，主要是你这个过劲儿了，知道吗？就这种东西是什么？是当下你们发生第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要给人家非常好的感受，情绪上、眼神上。你的身体上所有的东西都让别人觉得你对这个人是真心实意的，有这个兴趣，有这个喜欢，他才会觉得他这个钱花的值，要不然他有什么必要呢？对不对？他还要你这么拉拉扯扯的，搞得他好像是在一个很不情不愿的情况下面在搞这个事儿，人家也很不爽的。那就不要再联系了是吗？看他会不会。我是建议不用再往下走了，他也不会再找你的，就是他不会这么主动的。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是的。好吧。那如果他有找我的话，就是正常见面什么的。对啊，那你起码得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热情啊。就是如果他没有主动约我，我就不用再约他了。我跟你讲了，你之所以我不认可你这么做，是你做不到。好，懂吗？因为他不付出，支撑不了你去。行，那就只能先这样子，然后看他约我的一个静态是怎么样，是吧？是的。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曲奇老师。谢谢。我跟你们讲的不是一个当下的一个动作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当下这一个动作解决不了问题，他要解决问题，它是一个长期动作。但是所有的长期动作都是需要靠一定的目标感去推动的，靠一定的你的这个人本身的性格，他要在这个地方有个大基础，知道吗？就是说，有的女生她是觉得我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挺不容易的，哎呀，我第一次把他做跑了，是吧？我现在也知道了，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儿呢，我找不到这样给我付出的，那我就先投入一段时间，我也不求回报。他能不求回报的在这个事里面搞一阵子，搞个几个月，那么这个事儿他才有挽回的余地。但是这个女生她显然她就不是这种性格，她不是这种人，她一上来是那种她自己本来就什么围内啊这那的，然后她还要求别人老板什么5万2不行，给2个5万2，人家给了2个5万2，她还不愿意跟别人怎么着，她还要，那在这之前你还要再给我送个礼物，还是我们1v1老师跟她说，你别现在搞这么狠，对吧？你先跟别人好了再说。所以她的性格底色在这儿。就是这个女生她自己的性格底色是，她是很高傲的，她是觉得别人得舔着她玩，得围着她转的，她已经觉得她好不容易低了个头跟你那个啥了一下了，那她的整个的这个基础是这样的一个元素，在这个地方，她会觉得说，我已经都低头了，你还要怎么样啊？我都找你了，你还要怎么样啊？她是这样，你怎么不来舔着我呀？你怎么不来围着我呀？她是这种心态，所以这个男的他能明显的感知到这件事儿。他会觉得我付了这个费用，最后我还得给你，我还得让你当大爷，是吧？我给你付了费，我还得让你当大爷。最后这个女生她的状态是，她现在就觉得，怎么我找你，你还不搭理了？我找你，她的那种找，她也不是低姿态，
他也没有任何的低姿态，也没有任何的情绪输出。如果我跟他说你去找他，那是面临着可能有3个月的时间，他需要单方面的做情绪输出，单方面的低姿态，他怎么忍得了呢？他真的忍不了1天。所以说这个东西他就不成立，明白了吗？就是我就算给他出了这个主意，他也做不到，这是完全是不成立的事儿。不成立的事儿就说了等于白说，因为基于他自己的一个性格的基本盘，他是干不了这个事儿的，干不了这个事儿的啊。所以说我就建议他不要往下走了，他往下走就蛮累，是不是？最后搞2天说哎呀好烦呐，他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没意思，那何必呢？是不是？忍不了一点。我们这个是小额通啊，我们这个是小额通。因为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平台直播呢？就是这个平台是我们的，相当于这里都是我们的私域粉，能找到这儿的那100%都是真爱。我们今天一直到1月1号这个时间段里头，我们都会在这一个平台单平台直播。微信加不了，你的微信大家稍微等一下，好不好？那个微信加不了的，大家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到1月1号之前呢，现在呢就是管得比较严，呢。那么我暂时采取的方案呢，就是先只在私域直播，不在公开的大平台上直播。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直播的回放，会生成在这个小额通平台，我们会在这里直播，然后也会在这里生成我们的直播回放。不会在其他平台回放，然后呢，我们还是会正常的有一些直播的切片会发到各个平台上面去啊。怎么找到这个直播间？就是你们得通过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呢进我们的社群。就算不进社群，进社群的话每天都会有通知。如果不进社群的话，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微信朋友圈，我们也会一直有通知。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都学一学金贵的关系，我们有一个一致的一个价值基础的框架，然后呢，我们每天社群里大家也会有更新我们的直播的通知、直播的内容、直播的经典案例，以及我跟大家给到的方案。啊，这个小黄车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包年的语音服务，还有包月的文字服务，还有这个探爱听诊。探爱听诊的这个卡是专门讲哼哈的。探爱听诊大家看到吗？探爱听诊单次卡，这个是专门给大家去讲一些你们在男女关系当中遇到的这个10点半问题和哼哈问题的一个语音连麦服务。还有我们的闺蜜圈啊，还有我们的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上面都是有的，好不好？来下一个啊，它可以浮窗，但是这个浮窗可能要大家稍微研究一下，好不好？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分享到你们的某博，分享到你们的某音，分享到你们自己的平台上，然后来吸引你们最亲密的小姐妹过来看，好不好？因为很多人今天会找不到我啊。这个也可以下软件看，也可以不下软件看，不下软件你们就每一场通过我们给出来新的这个直播链接进来看就可以了，但是也一定要加朋友圈，因为你不加朋友圈，很有可能你下一次就收不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了，知道吗？今天能找到的都是缘分，下一场你们找不得到的不一定，所以说一定要到我们朋友圈，一定要到我们社群。来下一个来，楠楠是吗？楠楠没有连我呀，但是看看楠楠没连我，我这边看不到楠楠。CC 也没有，凌晨好。喂，蛐蛐，喂，蛐蛐，能听见吗？哎，蛐蛐老师你好。蛐蛐老师你好，我很喜欢您，然后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和您连过一次麦，在连过那个麦之后，您当时给了我建议，后面呢，我的生活奇迹般的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和飞跃，其实是上升了一个台阶，然后之后我还把您分享给了我的妈妈，还有身边的一些姐妹，然后我妈妈看了您说，我感觉人生前40几年都白活了。
笑死。然后就变成了我妈妈和我都是您的粉丝。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上到替我向你妈妈问好。好的，笑死。然后现在呢，不是我的妈，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困惑，不是我妈妈遇到，妈妈不遇到困惑，就我遇到了一个新的困惑，主要是咨询职业方向选择和情感2个方面的建议。那这2个方面呢，又是跟我的人生轨迹息息相关的。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98年的，然后到年底就是马上25岁，然后我的父母呢是江浙沪包邮区的县城体制内。目前呢，我是播音硕士研3在读，之前也和您说过，我是一个本科学财经，研究生读播音的这种复合性背景的这个学科人才。然后当时和您连麦的时候，我是研2，然后当时您建议我是一个是做自媒体，第2个是多主持活动。然后经过这个大半年的积累呢，目前我现在进入到了超一线城市的经济行业，也是做这个经济行业的一个主持人岗。然后现在除了我自己的一个实习之外，然后也收到了很多主持的副业。然后我在这个超一线城市目前的一个身份标签是财经主持人，然后也主持过一些电视台的创投节目，然后又参加了选美比赛，有了一个选美小姐的 title， 然后网络上也会有了自己的一些小的报道。然后在超一线城市也主持了一些常春藤名校的创新创业的峰会呀，然后一些论坛呀，金融论坛呀，包括一些政府的活动也陆陆续续在接。所以我就说当时和您就是连麦过之后，整个人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改变。但是有一个能量磁场的迭代，对，整个人就是我妈都佩服我，感觉好像就一下子好像整个人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呢，在这个期间也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跟您连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研2的学生，然后也是认识了这个超一线城市国内 top 1的一个大学的理科的博士生，然后他是读博4，然后要博5或者博6才毕业，因为有面临着这个延毕的风险。当时我们2个都是就是顶尖高校的学生，然后大家都相处的非常愉快。然后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明年就要毕业了，马上就要实习工作了，然后在此期间呢，然后我们就发生了这个人生阶段的改变。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和他抱怨说我的这个房租的压力或者交通啊，或者各个方面的这个在职场上的很多的吐槽，包括搬家呀。然后但是呢，对方可能现在还是那种就是很单纯的男孩子，还在大学里面读这个博4，然后他在学校里呢，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很优秀，也是做一些学生会的主席或者什么。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听到我和他吐槽我的这个求职的秋招呀，或者这种生活上的困难、社会的压力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有点向他吐槽这个负面的情绪太多，影响了他的科研压力。同时呢，就是我现在初入社会之后，我就发现他就是我的收入上来了之后，他现在每个月学校就是博士也只能给到3000多的科研的经费。然后同时他的家庭条件也是江浙沪，但是跟我说的是比我家里还要再差一点。然后就是父母可能提供不了太多的支撑，然后我如果经常去找他，需要他的时间呐、精力去陪伴，他也需要在学校里面做他的科研，然后他想是走选调，从那方面的道路，就以后想出来去做那方面，因为就是这个 top 1的对，所以他就要各种就是这个饭局或者怎样拉关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然后就现在。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通过我就是步入社会的这段时间以来，我反复的跟他去吵架吐槽，觉得比如说我搬家，然后你没有时间来陪我，然后我觉得秋招好困难，然后他觉得不理解，但他觉得大家都很困难，为什么你要跟我抱怨或者这样，就反复拉扯，然后我们的感情就没有像之前我们都在学校里面那么好了，然后现在就是我因为前几天又是吵架，然后就把他拉黑了。目前2个人就是属于就是感情就非常的不好，就可能比如说我就让他给我报备嘛，他现在就是发短信给我报备一下我去了哪里，然后以前都是每天晚上都会拿着手机跟我视频，但是现在就是好像昨天晚上也是出去了1个晚上，然后也不知道在哪儿，然后我打电话也没有去接视频，只是告诉我在外面，然后忙学校里的一些事情。然后之前的话，
我们感情状况很好的时候，我曾经把就是租房的位置搬到过他大学的附近，然后我们同居过2个月的时间。但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正好找了一份工作，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校友会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后面那个工作就是被割了，就黄了没有。但是那个时间段就是2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他大学附近租的房子，然后他也每天回来跟我一起住，但是我 cover 了整个的房租的开销，然后他可能只是吃饭的时候就付出，然后送礼物方面就是也不是特别多，就是在刚确认关系的时候，我想跟他要一个1K 左右的礼物，他当时就觉得我有点物质，然后就觉得有点膈应，但是后面我们还是因为我感情不错，还是顺利的在一块儿了。但是这个1K 左右的礼物一直没有到手。那最近因为不是一直吵架嘛，我就跟他说你这个1K 左右的礼物必须要给我。然后包括马上到了12月要到了我的生日了，我就说你生日也要给我送花，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什么就提出了这些诉求。但在一起的期间我没有提出过这些诉求，然后他就觉得我又在跟他就是索要这些，然后他就会觉得有些膈应啥的。但是他也答应了。对，快速提问就是现在我们2个的情况就是我要工作了，然后他还在学校，然后我当时是为了他留在这个超1线城市，我就不知道如果我们这个感情这样的话还值不值得继续在一块儿，如果不值得在一块儿的话，我还要不要在这个超1线城市。这是感情方面。第二个事业方面，事业就是我目前走的这条财经主持人的道路是否可行，因为我之前也是想着进大裤衩，但是就不要说因为啊，我只听问题，不要听你的感受。你首先第一个，这个男生他呢是一个个人比较优秀的人，但是呢你想要的其实是一个现阶段能够给你更多支撑的人。这个支撑呢是2择1或者2择2，一个是物质支撑，一个是精神陪伴的支撑。这2个支撑呢，目前这个男生是一个都给不了。虽然他个人是可能也是优秀的，他的未来也会是不错的，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在于你等不了，就是你现阶段很需要一个人给你物质支撑，或者是给你精神陪伴的支撑。目前这个男生他做不到，你的要求他满足不了，所以说不是他与值与不值的问题，这个不是值与不值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们在现阶段的人生阶段相遇，你们都匹配不了彼此的需求，这个是重点。所以说呢，你跟这个男生其实还更适合做朋友，把他未来的一个人脉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们2个人未来都是可以有发展前景的人，你也会有你的前景，他会有他的前景，但是此时此刻的生命阶段，你们与彼此不合适。这个是我想跟你说的。什么1K 2K 吧，这些东西我说实话我不想探讨，为什么呢？在大的一个发展前景前面，其实这些小的1K 2K 就是不是什么值得拿出来探讨的问题。这个男生现在他自己就没什么钱，他没什么钱，他自己压力大得不得了，他还想多挣点，他还想再省点，所以说他满足不了你这些诉求。然后你说所谓你自己的职业发展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个超1线城市，现在你的职业的晋升情况是很好的，那么肯定是要留在超1线。你现在如果能够做一个财经主持人，那么你能接触到很多更高层面的人，这些更高层面的人他可能能满足你2择1或者2择2的需求，这个是你需要努力的方向。这就是你这个事儿。明白。那如果就说我想和这个男生在一块儿，我就说我就降低我的期待，就是不让我的诉求得到满足。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呢是这样子的啊，就算是你现在多大？马上25。是这样的，就算你现在跟他在一起什么都不图，什么都不想，只想2个人共奋斗，对吧？但是呢，我可以跟你算个命就是以你的情况、你的形象、你的工作方方面面来说的话呢，其实你们2个人是走不到最后的，因为就算你降低了所有的期待，那么最后你们还是会发现，他也更加需要一个能够助力于他腾飞的人，你也更加需要一个能够助力于你腾飞的人，最后的结局基本上是注定了的。你们还年轻，知道吧？你们现在说白了就是说，在这个发展在起坡的阶段，你已经工作了，他还在读书，对吧？对。
等他读书读完了，进入社会了以后，他会感受到更重的压力。这个时候在超一线城市，像他们这样的男孩子，10个里头9个半都会想找一个更加能够助力于他的女生的这个家族。所以说你们其实最后想求的都是一种，知道吗？我当时一开始也想过，在恋爱之前也想过这种情况，但有可能就是等他2、3年出来之前，我们那个时候领证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但你要去赌，因为我是不赞成女生去赌，而且这个男生他不大方，所以说就算是他有了一些成绩或者怎么样，他不把他的成绩作用在你身上，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明白。因为太多原因会导致你们2个人掰了，说白了，却只有很少，就没有什么原因能让你们俩绑在一块儿，但是所有的东西他最后都会让你俩掰。哦，明白。理性上知道曲曲老师您说的是对的，就情感上目前还有一定的这种。你情感上你就再试一试嘛，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耽误这个时间，好吧？好的。然后老师就是如果时间到了是吗？好的，谢谢。谢谢，好的，谢谢。我跟你们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人生中啊，很多时候你会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什么叫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呢？就是在你最想结婚、最想稳定下来、最想降低对生活的物质预期，你想好好的过一个平凡的日子的时候，你的这种心态却会让你找到一些吃干抹净的白皮党。所以就是对的时间会遇到错的人，有的时候呢又会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可能在你的生命阶段里头，你现在还在跃跃欲试，你还在向上攀爬，你还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一个生命成就，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却遇到了一个他愿意去过一个小日子，愿意去过一个安安稳稳的，能够给你安全感的，然后呢能够相当于是想要携手共度一生吧，可能这么一个对象。可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对象呢，他又不吻合你对于你现阶段的生命预期。人可能是个好人，人是好人，但是呢此时此刻你却不会选择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是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有的时候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无论怎么样，总而言之呢，就是叫缘分未到，知道吗？就是缘分未到。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就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他以前跟过大佬啊，是吧？跟过很多有米的男的呀，然后呢他自己呢慢慢的他也成长起来了，虽然说他有过很多复杂的过往，但是最后沉淀下来的那个他，可能给别人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容易给别人展现出一个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的状态。那天我看那个叫什么，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情侣的那个节目，就是朱丹跟周一围，是吧？不是在那个里头嘛？然后当时人家就说，因为朱丹是过去可能有很多的绯闻呐、故事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信息吧，就是还有在互联网上各种留存。然后当时他们就说问周一围嘛，就说你会不会介意他的这些过往？然后周一围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他就说，因为他过去的种种才造就了今天的他，我喜欢的就是今天的他的这个成品，对吧？如果没有他过去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儿，今天他都不是他。他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人过去发生的1、2、3、4、5，哪怕在别人的眼里是复杂，哪怕在别人的眼里是不堪，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复杂，没有这些不堪，今天的朱丹呈现在他面前就不会是他喜欢的样子。所以经历了很多之后，他们才会有一种在对的时间找到了对的人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感觉，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在你们还很年轻的生命阶段的时候呢，你们可能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哎呀，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挺好，但是你要知道可能时间不对，因为在你们的生命阶段里，你也在跃跃欲试，他也在跃跃欲试，实际上在你们的骨子里都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面对眼前这个人。这个东西不是单方面决定的，这个东西不是单方面我说我能妥协，是吧？就像刚刚这个姑娘，她说我能降低我的标准，你能降低你的标准，不代表他能降低他的标准。
你能降低你1天的标准、1个月的标准，不代表你能降低你1年的标准。你已经到了超一线这个氛围里，你已经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上，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名利场。你们2个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只受你们2个人影响的了，因为你还会有周遭的环境、方方面面的因素、生活的压力，对吧？所有的人，哎，他在怎么样？他的男朋友是什么？他是干什么的？包括这个男生，他是一样的，对吧？这个男生他也会啊，他会觉得我这么优秀，对不对？那别的像我这样的男孩子，他们如果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女生，找个好岳父，他就不会像我这么辛苦了呀。每一个人他是因为环境的无数的因素，最后把他压缩成了他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不要有执念，有些时候就是生命这个阶段，你们就是相遇了就相遇了，但是呢，我觉得走散了就走散了，不如把对方当做一个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人脉，我觉得会更好。所以我老说，在很年轻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谈一些有质量的恋爱，未来都会成为你的人脉。以后大家就是就彼此说实话都不会记得我们俩有过什么呢？不重要，知道吗？你们现在会觉得哎呀跟前任怎么样不能做朋友这个那个，那是因为你们的生命没有成就，而且你们过去谈的恋爱没有目的。如果你的谈的恋爱都是跟优质的人谈恋爱，然后你又不停的在攀爬更高的台阶，获得更高的事业成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每一段前任都会变成你的人脉，因为他也愿意把你当他的人脉，大家就不会拘泥于当初的那个小情小爱里面产生的矛盾、困惑仇恨都不会有了，只要最后能够作用于彼此，全部都会烟消云散，知道吗？这就是看时间，我告诉你们，时间到了，一切都会发生啊。那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下角有一个弹窗啊，右下角有一个弹窗，这个弹窗有我们的微信2维码。今天如果有不是从我们的朋友圈里看到我们的宝宝，有从各大平台不知道什么渠道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今天能在这里还能看到我还能看到你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今天我们全平台都没有播，只有在小鹅通单平台直播，所以说大家如果怕以后走丢因为我们在1月1号之前都只会在这个单平台直播，1月1号之前我们都不会在其他平台播。我们为了把年底这个时间阶段平稳度过，还能够保障我们的直播间顺利的通畅的运行，给大家正常的解决问题，不要被断播。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添加我们右下角弹窗的这个2维码，这个2维码能够找到我们的助理，找到我们的客服然后能够加入到我们曲曲的大本营。你们也能够通过右下角的小黄车了解到我们现阶段所有的曲曲团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服务。右下角的黄车点开，你们能看到我们的包年的语音，还有包月的文字，还有这个探爱听诊是专门给大家解决10点半的哼哈问题的，还有这个曲曲的闺蜜圈是跟我交朋友、见面、吃饭、旅游的然后还有我们闺蜜圈很多高净值的小姐妹在一块玩的这么一个交朋友的一个平台。所有的服务都能够在右下角的小黄车里面了解到。如果说还想了解更细致的，你们直接去微信里面问就好了，好吧？来下一个连麦来。南没有，南没有，王万福。Hello，曲曲。Hello， 你好。你好。那个谢谢小助理，好几次才连上。然后曲曲，我已经是你学员1年半了，然后今天比较多，我直接开始说，麻烦这一次不要做剪辑和切片。后我现在是已经结婚了，和这个人在一起是9个月，结婚是5个月，就是我们4个月的时候就基本上算是闪婚，但是还没有办婚礼，只是领了证。然后是对碰认识的，我年收入大概20，家庭资产3000，他身家大概10几个、20个小目标。我27岁，他42岁，他是白手起家创一代，非常的节俭，然后几乎没有个人开销，事业他现在
另外又在爬坡阶段，他的主要的业务，他所有的米都在公司里边。后我们就是前几天吵架，基本折腾了一晚上，几乎没有睡觉。他最后说要给我一笔米补偿分手。然后目前我们在2个国家没有见面，他长期在国外，我是在两边跑的。然后最近我开始就完全在为他工作了，然后就是他给我发工资，然后在之前关系都很不错，然后我是靠比较低姿态，然后给他做服务，然后我们唯一的争吵就是他不给我生活费，然后即使中间有段时间我前面的公司没有离完职，中间断档了，但总体感情还算稳定。但目前有2个比较大的转折，一个是我为他工作之后，然后我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所以他对我不是很满意在工作上面，然后我的压力也很大，他觉得他不能按照对待正常员工来对待我，然后和我的沟通成本很高，然后但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是在做事业，又会变得控制欲非常强，很强势。然后第2个转折就是大概1个多月之前我有球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2个没有在一起，是异国的，然后我情绪波动非常大，然后非常就是需要他，但是他又非常忙，我们沟通特别不及时，然后我就会爆炸炸毛，然后后来这个球就自然就掉了，然后但是我经历这个事情，我一直就是觉得那个弦，我们平衡的弦就拉崩了，然后我对他觉得有怨气，觉得他不能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是有亏欠的，然后后来我们又出去，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大概只在一起了1周，然后我就因为工作有事情，他又让我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在一起呢，我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对他低姿态包容他。然后我们大吵了3次架，有的是因为工作，有的就是因为我跟他对着干。然后他说我已经完全突破他底线了，然后叫我要么忍，要么滚，说他现在已经看不上我了。然后最后就是就前几天我走之前那1个晚上，然后我说我觉得我没有得到作为妻子的待遇，然后事业上我也是在靠自己，他对别的员工也是在尽量去悉心的培养，我们2个是平等的，我没有义务再去忍他、包容他、服务他。他说我在他的这个事业板块没有任何基础，如果不是因为我是他老婆，他根本就不会让我进入他的事业板块。然后他已经把我未来的每一步都规划好了，会让我慢慢变得更好，有能力匹配上更好的待遇，提高我的收入。他把最好最优质的资源都给了我，而且他对我没有任何私藏，这对普通员工来说是不可能的。然后他最后说他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会再让我进入他这个主要的业务，说要么让我提一个条件，然后我们俩彻底了断，或者说我随便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不管，或者说我去做他不是主要业务的板块。然后到后面我们又接着吵，我说就是带球那段时间是我的心里的一根刺，我那段时间感觉非常的绝望孤独。他说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把未来规划好负责任，他对未来的规划一定都比我好。然后他最后就是说我让他太内耗了，然后他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状态，他不接受任何人影响他。他说让我给我一笔补偿，让我们彻底了结。但是基于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基础，他还是欢迎我继续工作，然后还是会把最好的资源都给我。然后现在我已经回来了，大概过了3、4天，我们现在沟通还是正常沟通，但是只是工作上的。然后我的诉求就是我们还能不能恢复到比较好的关系。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我确实得到了非常多的成长，有非常多的眼界。我现在也没有资本离开他。我说完了。那你就是没给我选项呀？你就是说，你相当于就是只是想继续嘛，你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继续嘛，对吧？而且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反应这么大。你的反应很大，他的反应自然很大，这不是应该的吗？你原来是做小伏低，现在你要蹬鼻子上脸，那当然他会变了。他吃的是做小伏低这一套，他当然不吃你后面这一套了。就是这样啊。你要想关系还原，就持续做小伏低不就完了吗？还原到你最先原始的那一套不就结束了吗？就这么简单呢。你在那一套里面是拿正反馈的呀，那你就还原到那一套啊。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拿到很大的结果。对呀，这就
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应该是拿结果撤呀，这应该是你要的呀，怎么是继续呢？你要是继续的话，你要知道这个男的是个不大方的、很抠的一个男的呀，我没有听到他的付出，我从头到尾没听到他的付出。到现在他完成给我的大概是20个，稀巴烂。在我们看来，老垃圾一个，就是有钱的垃圾，就是个有钱的垃圾。在我们这里，有钱的抠搜男就是基本上属于食物链的底端，知道吧？有钱的抠搜男是仅次于，就是叫什么？你抠的大男子主义，抠的大男子主义，这上面一轮就是有钱的抠搜男，这也是在我们食物链的最底层的人。在我看来，他说的什么你要不你就拿，你就提个条件走。其实我认为你提了条件，他也不会做，这是我的想法。你提任何的条件，大概率这个男的都不会达成。我想跟你说的方法是让你先去他的国家，先待到他的公司里，然后跟他谈条件。米不到手，人不能走，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米不到手，你就在他公司里面搞事儿，他呢就只能没办法啊，多多少少要兑现一部分。但是如果说你跟我聊的什么我要继续，那继续这个东西，你除了做小伏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的公司在国内，然后我现在都还是在做他的业务，在帮他承接一些东西。在我看来，你就要跟他的人先对上面，对上话，然后跟他谈米，比如说500个多少个，然后让他拿给你，你再跟他掰，这个是我的想法。因为你跟他议着国呀，他所有跟你说什么，你提个数你走，这些都是吹牛逼的，你提了任何数他都不会给，他不会给的。他这个是那个时候我们还见面还在一起，他那个时候说你趁现在还见面你就说个数，然后我就对呀，我跟你讲，能见着面你说个数，你能把它扯着，也许这个数能说得下来，也许他能给一部分，但是呢，如果说你见不着面的情况下，他都不会给你，然后你还在跟我说什么我还要继续，我没有资格离开，那你觉得那咱们就聊不了这个天了，知道吧？聊不了这个什么所谓的拿钱走的这个天儿，那你就只能做小伏地继续待着了，没办法。如果我只想要追求事业上的成长呢？因为现在也没有别的，他们给我非常好的资源和平台。所谓的资源平台吧，它最终要挂钩到米上面，不挂钩到这个上面，它就是在让你给他打白工，吹牛逼呢在那儿。知道吧？你这个人呐，你就是欠忽悠，知道吗？你已经被别人的光环忽悠了一趟了，你现在还是在被他忽悠，说来说去他就是不停的在给你画饼，我什么结果都没看到，让你给他干活，然后呢他要教训你干活完了以后又不给你相应的待遇，给你的这些钱嘛少的要死，这就是我看到的结果呀，结果就是这样。如果说你要成长，你上哪儿不能成长？你上哪儿找不着一个20万的工作去让你成长，对不对？哪儿都能成长，想干活、想学习、想成长还不简单？只要你肯卖命。如果是没有这层夫妻关系的，人家还觉得你的卖命，人家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还对你有点愧疚，还得在这个叫什么绩效啊或者方面去补偿你。股权呐、绩效去补偿你。像这个男的吧，他把你变成他老婆，什么都不用补偿你，就让你跟个牛一样的死干。明白了。那如果要分手米的话，是现在马上就需要，还是这个时间实现呢？没有时间，直接人首先要跟他见上面。你说见了面越快越好，还是不能缓着吗？有什么好缓？在目的，我们凡事要谈目的，我的动作挂钩目的。好的，谢谢曲曲。好，就这样，拜拜。因为你看，我们反复说，在我的直播间，对吧？我们的常年的老粉，如果说还没有结婚的，这个错误肯定犯不了，因为我们从来不看别人的光环，从来不看别人的羽毛。这个女孩子自己家里3000万的资产，本来也是个小白富美，她根本就不差，对吧？这个男的打的一手好算盘呐，一把年纪找个小白富美，是吧？完了以后钱不花，然后还让人家给他打工，
他算是客气的，还只是让你给他打工，没说让你们家跟我周转一下，没说让他跟他周转一下，是吧？除非这个女生她特别穷，我才觉得，那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反正怎么说呢，总比你自己混要好。但是他不是这么个情况啊，对吧？这男的一把年纪了，还忽悠了个小白富美，还不是因为女孩子太天真了，看别人的羽毛，看别人的光环，对不对？被光环迷惑的宿命，只有被白嫖这一条，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跟你们说，被光环迷惑的宿命就是个死。这个男的，他只要发现你是能够被光环忽悠的人，他就绝对不会拿钱来忽悠你，明白吗？能够被光环忽悠，为什么还要拿钱忽悠呢？对不对？能够被羽毛忽悠，为什么还要给你打米呢？这是说不通的呀。能够拉情绪、搞情绪就能控制你这个人，他还需要用金钱控制你吗？他还需要给你上筹码吗？没有啊，没有必要啊，是不是？因为很多女孩子就是她一看到这种成功人士，是吧？人家就觉得成功人士，我要是跟他在一起的话，这怎么着都能学到东西的。你要跟成功人士学东西，你就好好的去跟成功人士打工，你就不要跟他搞这种情感关系。你为什么非要跟他搞情感关系呢？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好好的干活，哪个老板不要你呢？20万年薪的工作找不着吗？你原来本来就这个年薪，对不对？你好好的跟你没有男女关系的人干活，你拿他20万年薪，你还给他卖命，他不知道多感谢你，是吧？他都觉得自己祖坟冒青烟，我找了这么好的个员工，对不对？我原来跟你们讲过了的，这种男的贼恶劣的，知道吧？这种男的完全稀巴烂，真的稀巴烂。也不是说长跑可能能搞到一点，但是这个姑娘她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她跟这个男的常年异国，知道吧？这个人见不着面啊，你在情绪上你就压迫不了他，懂不懂？就算温水煮青蛙，他还得有环境，明白吧？温水煮青蛙还不能有那么长的距离，距离长了，你这个温水煮青蛙都煮不动，因为他对你没感情。见面3分情，他对你没感情，明白吗？你说你每天给他做保姆、做小伏低，是不是还得天天在他旁边待着呀？还得天天让他看见你啊？你天天给他捏肩膀，你给他捶背，你给他做小伏低，你给他当那个什么小奴婢，你给他当小奴婢，你还得让他看见你，对不对？你看都看不见你，再加上又个抠搜这个老鬼，抠搜个老不死，对吧？那你这怎么搞得出来？这就是开玩笑，对吧？他方方面面他都不被你牵制。方方面面他都不被你动摇，你怎么搞得定？搞不定的呀。最后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你想通过时间达成吗？达不成的呀，对不对？你如果说我想通过搞事业你跟别人搞啊，搞事业你跟别人搞是一样的，不需要男女关系啊。来，大家能看到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微信啊，能看到吧？右下角这个微信弹窗，能看到，你们直接就扫这个微信2维码，就不会走丢了，好不好？因为今天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畅所欲言？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小鹅通单平台直播，我们所有全网今天都没有播，全网都没有播，只有今天这个是单平台，我们是在做私域直播，知道吗？因为我们到1月1号之前啊，我们决定启用非常时期的非常模式，因为到年底了，各方各面的举报这个管控方方面面的都在呈指数级上升。所以说呢，我为了让每一场直播能够顺利进行，不要中间断播无数次被抬走，那么我们干脆呢就在1月1号之前就只针对我们的私域粉丝来直播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到我们的这个私域里头，就是那个右下角弹窗这个微信2维码，然后呢，你们可以把右下角有个小黄车，看见了吗？把小黄车点开，你们能看到我们曲曲团队给大家提供的所有的服务。所有的服务，之前大家很多人可能看了我几年了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啥，是吧？可以把这个小黄车点开看到我们有包年的语音服务，包月的文字服务，还有这个探爱听诊。探爱听诊就是专门讲哼哈10点半的，专门跟你们解决哼哈10点半问题的然后还有我的这个闺蜜圈，曲曲的闺蜜圈，它是一个我们这个群是终身制的。只要你进了闺蜜圈，我们这个是终身制的，不会说按年付费，我们这个就是一次费用终身服务。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闺蜜圈里面会赠送一个1年的陪跑，
就是1年的老师的一个1v1的一个咨询，这个是只赠送1年的，但是这个闺蜜圈进圈是终身制的，好了吗？加不了微吗？它应该可以加，大家多扫几次，多扫几次，因为上面有好几个微啊，好几个微，好不好？来下个来。楠我这边一直是看不到的啊 ，Q 什么东西 ？Q， 有宝宝问我这个戒指是碧玺，是19.73克拉的一个碧玺啊，价格的话，反正10左右吧，10左右吧，不是祖母绿，这么大一颗祖母绿不得大几千万？我们这也就我们这也就10 W 左右吧，对，它卖是卖15W，但是那不得打个折吗？是不是？那不得跟他谈个折扣吗？怎么没连上呢？这个，XX，连线插队是插不了的啊，除非你贴发票。我们有那个插队规则。Hello， 你好。喂，你好，曲曲你好，听得见吗？你说，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的是一对正常婚恋关系。大概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36岁，然后离异，然后再领个娃，然后娃是不跟我，是跟我的前一任。然后你旁边有滋滋啦啦的声音啊。好的，我现在把它翻开就好了。然后现在年收入是税前是120左右，然后有一个200万的房子，但是房子的话我是给到娃跟那个围城前的那一位在住。然后呢，男嘉宾是29岁，比我小6岁，无房无车，有车贷，然后有负债，但不确定多少，可能大概差不多10万左右的负债。之前是同事，后来2个人就是暧昧吧，PY 关系然后在一起的。然后他追求我的时候，大概那一年他的年收入大概是在20万左右，然后他那一年基本上就给我付出了10万加，就是买各种礼物啊，他自己的付出意识是很强的。基本上我要什么，直到现在我们2个在一起2年多了，直到现在我要什么他基本上都会给我什么。他身上虽然米不多，但他基本上就是会给。然后我们2个本来1年多左右的事情，感情都很好。后来呢，他自己创业了，然后呢就异地了。然后呢，就我的情绪不是很稳定的那种人，就是我的控制欲也比较强。然后我会经常因为他去跟一些他的女客户啊聊天啊，然后那些被我发现有一些奇怪的一些语词，比如说宝宝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奇怪，我就会起跳。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是在维护一些客户什么的。后来我就忍，然后我看到其中有2个女客户都很奇怪的关系，我都忍下来了。后来呢，就我反正在这一段的他创业这个阶段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2个就是非常的感情的话经常会起矛盾，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发现一些就是他对我不是很关心啦，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开始起跳。然后或者是我看到一些我觉得他跟女客户的一些聊天记录我不开心了，我也起跳。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在起跳的过程中，他就断崖式分手。他就说他忍不了了，就2年多我一直这样子，然后他创业阶段压力很大，我还是这样的不体面他，然后断崖式分手。然后我当时很莫名其妙，我还后来看了医生啊，
大概自己在治疗了差一个多月左右，我自己觉得我性格是有问题的，我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我内核不稳，我是知道的，而且我控制欲很强什么的，我是非常自责的在这段关系里面，所以我那是有一段轻的抑郁，然后我看了医生，然后呢1个月的时候呢，他就来找我，然后他找我以后呢，我们就复合了。但是我们2个在一起半个月以后，我就真的是实锤看到他跟他那个女客户在酒店里面的照片了。他还是死不承认，我要分手，那次我是分手，一定要分手，他就死不承认，又下跪又挽回的，说没有发生过，只是在床上，但是没有上床，没有实际进行到最后。然后我就相信了，把他认成你了，已经算对得起你了。然后我就相信了。而且他当着我面跟那个女的打电话说2个合作不谈了，以后就不要再合作了，怎么样。后来到我下班回来以后，他就说不行，那个女的反说要告他什么的，要他赔偿什么的。那我站在他的角度说，那行吧，那你们2个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但是不可以再有私心上的往来。然后1个月以后呢，我半夜的时候又发现，就是我半夜起来，我是早上起来看他的手机，然后发现那女的半夜2点钟是给他发信息。然后我就又起跳了，我又要分手，然后他又挽回又下跪又什么的，说他再也不会怎么的，直接把那女的拉黑了，那个工作也不要再有了，就是直接赔偿什么的，就又返回又挽回。其实他是每一次我起跳，我发现问题，他其实都有弥补我，甚至把他所有的存款，他存款也不多，都给了我，然后还说把车也划到我名下，就他会做出一些挽回动作。但是其中呢，就是因为这么多以后呢，我的自己本身就是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我就开始就是怀疑心非常大，我就经常会翻他手机，经常会质疑他或者怎么样。然后昨天晚上，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回家了。后来大概12点钟，我睡醒了以后，我又习惯性的给他打个电话，因为他经常熬夜嘛，我就习惯性给他打个电话，发现他不在家里面，他在开车。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那你把视频打开给我看，他就支支吾吾的。后来就被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在家里面，他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后来就跟我就觉得很气愤，我说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一次又一次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去跟别的女人见面，然后他说是跟哥们吃饭，但是怕我生气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就拉黑删除了，想跟他提问好吗？提问，我只能给你们5分钟陈述时间，陈述多了都是废话。我不确定我们2个还要不要继续，因为他负气意识很强，但他自己呢金钱管理理财概念很弱，跟我完全相反的。他自己只有年收20-30万，但是他买奔驰的车，他消费观非常奇怪的，而且要穿那种奢侈品，巴黎世家啊什么那种，就消费观很超前。就是说我说他有负债嘛，然后我是一种就是虽然我年收入比他多，但是我是那种就是有计划性消费的那种人。我觉得感情也很纠结，我不确定是我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就是已经拉黑删除说分手了，但我不确定就是要不要挽回，或者是要不要在一起。你挽回。你挽回个毛线呢？你挽回，啊，有毛病啊！这男的穷吗？穷的要死，有什么好挽回的呀？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吗？就是这个女的能给他花钱，对，知道吗？就是那个客户还给他买了 LV， 给他买了 LV 的外套。你看，好，你闭嘴吧你别说话。我跟你说，我不听你们的故事，我都比你清楚，我不用听你们讲话，知道吧？你们讲的都是废话。你们讲话呀，全都是避重就轻的。我跟你们说，就你们这太清晰了。这男的一看就是在外面搞钱的班子，这还说什么呢？这里搞一点，那里搞一点，对吧？估计这些女的这好多都是已婚的，搞这些什么借怎么做生意的名义啊，让别人给他花点小钱呐，买点小东西啊，做点小业务啊。然后呢，你倒对你呀，倒是个真心实意。说实话，他妈也是个财富搬运工，从别人那搬到你这儿，哎，再跟你给点，他就是这么个搞法嘛。你何必呢，小姐呀？这种人要是干什么的？这种我跟你讲，你现在就跟那些女的一模一样，你现在就跟那些跟夜店里的嘎子结婚的女的一模一样，知道吗？你跟那些在外面啊，知道吧？一个晚上付费的那嘎子一模一样，好多女的就是。他只是跟别人都是逢场作戏都是上班，他们还有一种优越感，觉得你看他跟别的女的都是逢场作戏，跟我是认真的，这是我老公啊，跟别人都是啊搞消费玩的。你是不是这种心态？我不知道，因为他付出意识很强，基本上我要什么给什么，而且我一生气难过，他就转账，转账付款。他对你还真的是没毛病，他从别人的女的那搞钱都往你这输送，知道吧？他从别人女的，但问题是在于吧，这男的他太段位太低，他搞不了个什么东西，
然后呢，情感上面吧，你又是那种想要别人忠诚，他怎么可能忠诚呢？他忠诚了，他1分钱都挣不着，他忠诚，他就这么点活在身上，他就这里那里那里这里搞点活，这里那里搞点生活费，他不可能忠诚，他忠诚他就没有事业了。那他是多偶吗？他忠诚跟他的事业是相悖的。那他是多偶吗？这不是多不多偶，这就是出来吃软饭的，他不是多不多偶，他的生存技能在这儿。他只能通过跟各种各样的小富婆搞点关系，然后呢搞点费用，搞点衣服，然后再搞点小生意，1年也就挣个这么点钱。然后呢跟你这儿呢就说白了嘛，就是一个能量守恒嘛，对不对？在别人那儿搞完了以后在你这消费嘛，就跟好多那个 YC 里头的女的就是这样的呀，前脚在 YC 里面哄大哥赚米，后脚到下半夜跑到那个嘎子厂里面去给嘎子消费。但现在那些女客户都断了，那几个哎，你别跟我扯淡，你还都断了。我告诉你，他断不了，这一生断不了，断了那就是断水、断电、断吃、断喝，除非你能养着他，你不能养着他，他都断不了，不可能。他这个行业其实跟我是挂钩的，因为我在行业里面是有小光环的，是可以给他助力的，所以他一直想让我出来跟他一起干，然后想要我跟他帮他把一起2个人做一份事业啊，怎样的啊？这样我呢不跟你们讲你们听不懂的话，你像你们这种猪脑子，我跟你说那么多没用，知道吧？我就跟你讲个你听得懂的话，你听得懂的话就是你喜欢这个男的，你就跟他好，那么你就接受他在外面1、2、3、4、5，因为你不能让他还是会1、2、3、4、5。对呀，因为你不能让他发财，你能让他忠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能支撑他的财富需求，他就能对你忠诚。好，你看，我只能跟你们讲你们听得懂的逻辑，你们听得懂的逻辑就是我还是想跟这个男的好的逻辑。那我只能跟你讲，你想跟这个男的好，你要做到什么？你要做到你能对他，你能支撑他的财富需求，你就能让他忠诚，你就能约束他。这就是他忠诚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个是他吃饭的家伙事儿。你要是不让他跟别的女的好，他就没钱了。我只是觉得这份关系里面我有没有错？我觉得我情绪不稳定才导致他变成这样子。我不想说废话，好吧？我不想说废话啊。好，就这样啊。谢谢。我们这属于人家以后不是叫情感界麦肯锡，知道吧？以后就是情感界的神算子。是吧？我情感界的老中医，给你把个麦，掐指一算，软饭男，是不是？我跟你们说，这不需要你们有的时候啊，跟我说了一大堆，没用，毛用没有，是不是毛用没有？我一句话就我跟你们说的东西，就是事件本质。完了以后，你才跟我说啊，是的，是的，我跟你说，你说的是对的。其实前面他还不想讲呢。生怕他给的这个信息，哎呀，我会不会跟他说会误会他，是吧？我不能跟曲曲说他花别的女的钱，可能那是别的女的追求他，只是别的女的喜欢他，要追求他呢。如果我说人家给他送这个东西，万一曲曲误会了，觉得他是软饭男怎么办呢？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这个逻辑？为什么要选择性告知？为什么要选择性告知？他生怕我把这个男的定性成那样，知道吗？就是那个自欺欺人的本领登峰造极，是不是登峰造极？我要是跟他讲让他跟那个男的分呐，那听不了一点。我要是跟他讲你怎么能跟这个男的好好赚钱吧，好好赚钱，好好努力啊，对不对？怎么能够长期持有一个帅哥？怎么能够长期持有一个嘴巴又甜身体又好的帅哥？是不是？哎，你像那个什么，你像那个虞美人不就这样的吗？对不对？那他那个老外男朋友凭啥对他那么忠诚？对吧？人家比他年轻30岁，凭啥对他那么忠诚？又跟他生孩子干嘛的？绝对受他管控。为什么？他能给人砸晕，对吧？你在外面找10个富婆顶不着我一个，他只能忠诚，是不是只能忠诚？你就是这个路子啊，人家有这个条件，他能出去晃。对不对？外面那些女的，她们也是为内，她觉得我就要找个这样的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情感问题，解决我的需求问题，对吧？那我不在乎这个男的单不单身的，他们不在乎的，对不对？最后呢，这个男的是为什么要选择多线持有和单线持有？为什么？完全是因为筹码，算不算得过来这个账？但凡能算得过来这个账，他也就跟你2个忠诚了。
现在他忠诚不了，你能不能？那别人女的你不说多的，就1年给他几十万，这个几十万你能不能贴？你说你跟外面1、2、3、4、5全部断干净，但是前提条件是啊，现在他们几个人给你多少？30万，我给你，只要让我发现1次你就死，对不对？只要让我发现1次，你就给我滚到月球上面去，对吧？30万，你就30万，我也要求不多，因为你这个男的说实话也不是什么高端货，1年也就这，也就封顶了，好不好？1年也就这了，行不行？再多了你也肯定也找更帅的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来，那个大家看一看右下角这个二维码，右下角这个二维码，你们一定，我不管你们今天从哪个地方过来的，我不管你们今天从哪个平台，好不容易寻觅觅找到我的啊，一定要先刷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到我们的朋友圈，因为我们在1月1号之前都只在这里单平台直播，全网你们都不会看到我，只会在这个地方单平台直播。今天能找到我是缘分，下一场找不找得到就不一定了。所以说，如果大家一定要找到的话，一定要先加我们的二维码这个微信啊，加进去。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下角的小黄车，你们把小黄车点开，小黄车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包年语音服务的讲解，还有文字包月啊，还有这个探爱听诊是专门讲10点半哼哈，就是你们有任何关于10点半哼哈上的问题啊，不好意思的，羞于启齿的，直接就是可以用这个探爱听诊单次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我们的闺蜜圈啊，闺蜜圈呢是我个人的一个交朋友的平台，我自己的闺蜜圈目前呢有100多个人，然后呢里边的小姐姐基本上啊都是自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会在一起约饭呐，是吧？约着出来玩啦，然后聊个天啊，是吧？彼此对接一下资源呢。包括我们20号要一起去迪拜玩啦，是我自己交朋友的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啊。来，下一个来。对，今天那个回放也只会在小鹅通这个平台上生成，我们的回放链接到时候也会发到我们朋友圈里。Hello， 你好。Hello， 七七你好。哎，你说。我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就是24岁，超1线城市，白富美，颜值身材9分，这个是咱们 CEO 给我称的，我自称6分，他给我改到9分。然后呢，从小国际学校留学背景，精通多国语言，口译级别。然后我有4个男嘉宾，然后1号是单身多偶男，金 CEO， 年入小几千 W， 黄金单身汉类型，30多岁，对碰局认识的，是我喜欢的类型，有共有。我说给他介绍对象，见的第3面我喝断片了，他送我回家，然后发生了，然后他说给我买包，我说不用了，我想要个事业平台。现在认识3个月，他给我一份1年的合同，然后月薪1个 W， 前2个月说这个月给我办个个体工商户，给我打钱，没说多少，我也没提。他给我介绍的，他跟我给他介绍的女嘉宾发生了，打了10个 W， 说给他买包送他读书，也要他办个体工商户给他打钱。不过他还在接触女生，女嘉宾就不高兴了，他俩掰了，我就准备这样把他当朋友处吧。他每次来我城市都会吃饭聚餐，他圈子不错，带我认识了很多他的好朋友，然后也说组团去旅游，人均1万美金的配置，说了几次，我每次都拒绝，我说我只和男朋友出去玩。但他的那种旅游就大家一群人一起出去玩。然后第2号呢是委内亲男，是香港基金合伙人，30来岁，委内有2娃，自称在扯快乐症，朋友 KTV 局上认识的，他们 MBA 聚会，然后呢来我城市找我吃了2次饭，然后喝了酒亲我说你再亲我就把你地球删了，他又亲了，然后我就删了，然后后续拿小号加我给我道歉，我给他展示我的框架，说补偿然后提补偿，他说，然后他就下次见面就给我送了一个3个 W 的手链，然后后续又见了2次之后就说每个月给我5个 W， 我说加2个0是1年差不多，然后他被我这个心理价位给震惊到了，然后之后他就出差出国出差之类的忙就没见了，也认识1、2个月这样子，然后偶尔微信聊聊天。然后第3个是委内生意男，也同城的金 CEO， 朋友介绍认识的，委内有2娃，30来岁，说喜欢我，问我什么要求，我说怕美，他说不可能现在就给我买，在一起以后可以考虑每个月给我买包折现，我说我不缺包，
认识1个月，见了5次，一起吃饭打球。他平时特别忙，招待很多。我在想要不要妥协，跟他一起去出差。我现在也有每个月去对对碰，但是没有遇到很有付出意愿的男嘉宾。然后4号是围外打球男，对对碰认识的，81年离异有2娃，一起打了3场球，说给我付房租，我说付1年，他说付半年，后面又说付1个月，我说不用了，如果是对象可以收，如果是朋友收那就不合适了，然后就886，然后就请曲曲帮我复盘，1号单身多偶男，我跟他当朋友，主用他的资源拓宽自己的人脉，还是做小伏低温水煮他熬成开放式的委内关系。2号、3号、4号，我的动作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做对的我继续做，做错的我就不做了。你要是能接受开放式的委内关系，那1号，反正你可以试试，因为你接受开放式委内关系，说实话，你这个底线已经很低了，你已经没什么底线了啊，没什么底线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底线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还是任何时候肯定还是以付出额度为前提。你这4个我听下来吧，基本上都是属于那个鸡肋男，4个鸡肋。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压根儿都不行这些。对的，那你的动作肯定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你的动作的问题就在于，你都是属于一上来就什么树框架这个那个，但是你那个框架呀，一开口就是个拜金女。你的框架一开口就不体现你的高级，你所有的框架一开口就是要是不是男朋友就可以，不是他们，就是你这个话一说出来呀，而且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这4个男嘉宾全部都是老油条，你这套玩法，除非是那种什么常年不接触女的人，他听你说这个话，他觉得好认真，你这套打法太基础了，就是属于那种1.0，就是那种。太没段位的打法，你这个话一说出来，这些男的本来就是老油条，这老油条一听，这女的跟我玩套路，他们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套路，你想套路我，你几斤几两，你想套路我，他们就这种想法。所以你看，你价又跟别人谈了什么礼物吧，要不就收礼物了，要不就谈价了，完了又跟人家说什么我要男朋友才怎么样，就是你讲的这些话，你的一系列的动作呀都没有高级感，全部就是透着个 low。这个就是我的感受，全部是非常之 low， 而且你也没底线。你既然没有底线，你干脆呢，还不如就是你跟你那个什么1号啊，我觉得如果你说能够什么接受开放什么这个那个的进为内的话，如果他真的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呢，我觉得谈个条件进为内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其他那几个，反正听下来，有一个送了个手链的吧，还能稍微的。接触，另外的就不用，没什么好听的了。你节奏完全是不对的，你的整个节奏都是不对的，你一开口就不行，开口节奏就不太对。那应该那就像比如说那个对对碰认识的那个然后他是我们是在异地认识的，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在我隔壁城市。然后呢，就约我去打球，然后之后呢，就说去他那块看看他工作环境，然后这样子更加多了解他。然后呢，晚上就意思就想跟我发生，我就觉得认识小姐啊，认识1-2周，小姐啊，对，我跟你讲啊，虽然你前面说了很多东西什么颜值高高这个的，你走出来，如果你不说话，可能那些男的会把你当一个白富美。当他把你当白富美的时候呢，他想去追求你干嘛的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白富美的段位跟级别，拒绝就是拒绝，拒绝是不需要跟你谈条件的。你邀请我你要去看公司可以我可以去看。你要约我吃饭，我有空我可以去吃，我也可以拒绝可以去吃。如果说你想要求我什么跟你去家里这个那个说我明天还有事儿，结束。为什么就是你的聊天为什么会延展成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什么房租，怎么会延展到这些事情上面来的呢？白富美应该是这种态度吗？白富美的态度就是你要是你想追我是正常的，你想跟我怎么着太正常了，我每天有无数个男的要跟我怎么着，无数个男的想追我很正常啊。你可以提你的要求，我就是直截了当的就是拒绝，我需要在拒绝的时候提条件吗？拒绝的时候提条件，你不就成了低端捞吗？
我拒绝就那好，那以后我就直接拒绝。就是今天有事儿今天太晚了，下次再约，结束啦。别人要约你什么晚上干嘛干嘛，你可以不去不就完了吗？不去，我就是拒绝，对吧？白天的活动我都可以参加，打球我来，我继续去展现我的优势，展现我的光环，对吧？你想追我，你追你的。那至于我喜不喜欢你，你先追着再说呗，对吧？你反正我要是不喜欢你，我也可以跟你当朋友。如果说你真的能打动我了，我自然而然的会让你知道。你没有打动我之前，你就慢慢追。真正的白富美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因为像比如说3号那个同城基金 CEO， 他是我朋友介绍，我朋友他谈的男朋友也是委内的这样子。然后呢？这怎么样呢？然后他也没追我，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应该那就算了吧，这些关系感觉都不行。就都当朋友处。你的姿态有问题，我跟你讲，你如果说4个男的4个男嘉宾如果都按你说的这个条件，4个里头1个清白的都摘不出来，那么一定是你自己的动作打法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的动作没有形成一个标准化，你的动作的这个标准化呀，全部都是很 low 的标准化，你才会把所有的男嘉宾全部推往这个方向。因为我告诉你啊，男人是这样的，他都是看人下菜，知道吧？如果说你在他的眼里足够的有 level 或者干嘛，他不敢轻易的跟你去提那些东西。你们怎么会进入到讨价还价的环节呢？你跟我付1年的房租，那我只能付半年，要不我给你付1个月，这些环节是怎么到的？这个只有是跟4号对碰机构这个对碰认识的这个有。你不是这个怎么认识，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怎么到那一步的，就非常的不吻合你的人设。这种人设，白富美的人设出来，这些男的都不可能跟你聊到这个天上面来，他怎么跟你聊到这个天上面来的？因为聊到这种天上面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看不起你了，他才会聊这个天儿。当时那个比如说那个打球人，他说的那个契机是说，那一周我去你家，然后完了之后，你是一个人住吗？我说我是一个人住，然后我说对啊，这样我说，但我不接受跟男朋友同居。你看你在扯这些闲蛋了，回来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住，结束了，干嘛扯那么多什么？那我以后应该怎么改呢？在聊天的过程中，你不要那么急吼吼的抛条件，我们是不提的，你好好的学一学爱马仕的销售方式吧，好不好？好，就这样。好的，好，谢谢，拜拜。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要是真正的我经常你看我为什么之前带我们的销售干嘛的，我带他们去爱马仕啊，我包括我带他们去高级珠宝展干嘛？我跟你们讲啊，所有的对待高端人群的，对待有米的人群的这个销售思路啊，它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们再去面对这些人走婚恋路线的时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我一上来就告诉你我这个东西多少钱，然后你就开始跟我2个讨价还价，就是说明你这个品牌本身没有调性，明白吗？你们自己亲自去爱马仕，如果你们去爱马仕，你们真的，我跟你们讲，我买包啊，我除了大概人生中的第1个爱马仕，就是我14、15年左右买的一个包，我是从2级市场买的，后来我的爱马仕全部都是到店里去配，就是我一定要亲自的去感受他们整个的那个流程。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这种大品牌呀，它是经过无数年的沉淀出来的这一套对待高端人群有效的方式方法，明白吗？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我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我根本都不需要再去琢磨别人这么干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如果是错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对的了，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们，他是这样的，你来我都会礼礼貌貌的接待你，你想看什么我也会让你看，对吧？你想要怎么在我店里转，我也会带你转，我都会给你介绍，我们这个品牌怎么回事啊，或者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都会跟你说。但是你但凡要他们店里头的这个最值钱的那几个包，
对吧？人家会直接跟你说你能买吗？人家一定跟你说没货，就是上来就是没货，对吧？都不就是没有到那一步说，哎，我配多少啊？会一上来跟你说，你们天天在外面听说啊，配货就能拿包。问题是，你去了以后，你如果没买过东西，他会跟你说配多少给你吗？你会跟他聊到这个环节吗？他会给你这个机会吗？他不会的，懂不懂？所以你到那儿，你说我想买这个包，他跟你说啊，小姐，这个都是要预定的。那预定了多久能到呢？这个不确定，因为前面排队的人有点多。就所有的东西就不确定，你心里就琢磨呀，我买多少？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知道对待高端人群的方式是什么？是让他心里犯怵，就对了，就是让他心里都不知道，就是说，哎呀，我这要买多少才能拿那个包？让他心里产生问号，不停的探究，不停的试探，最后当你把这个东西给到他的时候，他会觉得无比的珍惜，这个流程就对了。我身边啊，很多的非常有钱的小姐姐，但是呢，她们也是这几年起来的一些新钱，但是她们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研究消费，我是非常喜欢研究消费心理，我是非常喜欢研究甲方心理、消费心理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是那种好多年前我就顶着个铁脑袋，我就要去这种地方消费的那种人，但是绝大部分时候呢，很多的就是有钱的女孩子，她可能有钱的这几年刚刚有钱啊，她其实还会觉得，哎，我到那去受那个罪，是吧？他们会跟我说，哎，我就直接在外面买算了，我在那里买我心里慌，但是呢，我就会教他，我说你怎么买，只要他愿意走进那个店里配一次，他就不会再在外面那些地方买了，就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也喜欢这个过程，他喜欢跟你两个人他这个较劲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会让他有优越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的，我是在二级市场，我可以直接拿，我在二级市场我只要花钱我就能直接拿，但是那个感觉其实并不让他有优越感。什么东西会让他选择在这个专卖店里我死配把这个包给配出来？是因为他认为我能在专卖店里面跟你两个人能直接问你，哎，这个配多少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代表了我已经跟在二级市场他是不是拉开距离了？这是一个消费心理感受的问题，这是一个消费心理学的消费心理感受问题，明白了吗？所以你看啊，你们这些女孩子看起来说起来啊，别人本来啊离你这个店远远的，他觉得我靠，什么几国语言，什么留学生啊，什么年纪又小，白富美。首先你是让他会觉得你是个白富美，觉得你是白富美。好，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想拿下，对吧？好，于是呢他就走过去问，结果他一问，这个人直接就把价格告诉我了啊，我这个啊，第一啊，首先他这个牌子他不认识，他只是觉得看着高大上啊，牌子不认识，对不对？是牌子不认识，看着高大上。好，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会不会很高大上啊？我是不是就过去了？他过去以后，结果他一问，你也没有介绍历史，你也没有说这个牌子怎么，你什么都没说，上来就是告诉他，那我们这个包不好买的，我们这个包你不消费个20万，买不了，什么感受？这个时候人家什么感受？你谁呀？你是个什么牌子？你是个什么高大上的东西？你要我消费20万，对吧？那你心想，那我还不如找个我知道的牌子去，我起码拎出去我有面儿，对不对？首先他不认识你啊，所以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首先你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你，展示出来，对不对？我只展示我高大上，然后干嘛？讲历史啊，讲文化沉淀呐，讲光环呐，讲羽毛啊，对不对？告诉你，哎，我们这种换在男女关系里说是什么？我会什么，对不对？哎，我学过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在参加东西的时候，我展示一些什么，对吧？哎，展示我的这个才华也好呀，才艺也好呀，对不对？或者给大家做点小服务啊，对不对？平常的穿着打扮呐，言谈举止啊，你是不是首先是各个方位的展示啊？不断的展示你的奢华，不断的展示你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然后这个时候别人来问，我要泡你，哎，我怎么才能追到你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进爱马仕询价了？
我怎么才能买到你？我怎么才能买你这个包啊？这个时候你抛价格吗？怎么能抛价格呢？这个时候不能抛价格，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说，你说啊，你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彼此多了解了解吧。一句话撤回来，对不对？我们还是多彼此了解了解。彼此了解了解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有潜台词啊？这个时候潜台词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你追追看呗。但是你追追看，你不能爱马仕的店里的人他会跟你说啊，你配看，你先配着。他这么跟你聊吗？你配货先配着，配到多少我不知道，啥时候给你我不知道，会这么跟你聊天吗？他不会的。所以说语言的魅力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语言的魅力，我不是跟你只给，我跟你只给干什么？我跟你只给就显得我 low 我不给，我观察你。我为什么要观察你？我们彼此了解，我的潜台词是我要观察你。我为什么要观察你？我要观察你，我是要看你吻不吻合我们品牌的调性，你符不符合我们品牌对于客户的选择。倒过来，懂吗？不是说你想买我就让你买，你想买我还得看你吻不吻合我的这个品牌调性。就算你有再多的钱，万一你是个土大款呢？万一你是个暴发户呢？那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就不吻合我们品牌调性，我就不卖给你，对不对？但是他这些话能说吗？他这些话不说，他用什么展示？对吧？这个时候你这个女孩子，对不对？你说我想待价而沽，我想找个优质的，我想找个这个有钱的男的，我想让他花钱追我，怎么办？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就往后撤？我说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了解了解人，我觉得你人很好呀，为什么会想着你喜欢我什么呀？你喜欢我什么？你问问他呀，你喜欢我什么，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我们再了解了解，我们可以先交朋友啊，干嘛呢？意思就是说，您等等，且慢，我先看看你吻不吻合我的调性啊，对不对？好，你再往下走，人家是不是要约你呀？对不对？今天去打球啊，明天去吃饭呢，对吧？然后他可能一定会试探，就好像你要买那个包了，我是不是我有没有可能开始干嘛？当你说要观察我是不是有可能每次来每次问？我是不是有可能每次来我换个店问？我今天这里问，明天那里问。总而言之，我要买你这个爱马仕，我不知道怎么配货的情况下，我是不是有可能多方试探呢？我多找几个店问啊，你这个包给不给我啊？你这个包多少钱给我啊？你这个包配多少给我啊？但是每个人都不回答你，每个人都不回答你，每个人都跟你兜圈子，所以他会干嘛？他会反复的试探你啊，他会反复的说，今天来我家呗，对不对？你今天就别回去了呗，今天我们喝开心了，走，去我家接着喝呗。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不是希望能够不配货或者少配货把你拿下？对不对？他这个动作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你能让他拿下吗？不能，还是退，对不对？我到了关键性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不卖，对吧？只要问价就是不卖，只要问价就是不卖，对不对？但是我对你好不好呢？我对你好，因为我一直都会很热情的，我很热情啊。你问我都会很高兴，我会笑着跟你说啊，这个我不确定，对吧？那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到这个那个，我都会努力的帮你去，我会帮你去申请，我会帮你去排，这东西是什么意思？在男女关系里面它是什么意思？他就会不断的跟这个男的说，我觉得你挺好的，对吧？你很优秀啊，是吧？你企业做的真不错，你说你为人处事怎么那么到位呢？你看啊，我们一起出来吃饭，所有这么多的大佬，但是你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你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你说，你看其他的那些，你看其他这些大佬，我觉得人家那些大佬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认知比你高，可能他们在成功的道路上还是运气的成分居多。但是你这个人呢很自谦，你说你有运气，但实际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你的能力。你的认知、谈吐、格局跟别人都不一样。我干嘛？我给你的这些东西，在情绪上给你正反馈。我在情绪上给你正反馈是干什么？是不是让你觉得有戏？对不对？好，还原到专柜里头，那个专柜里头那个店员呢，他会不断的跟你说，你觉得这个毯子好不好看？你觉得这个杯子好不好看？
你觉得这个盆子好不好看？为什么要看碗、看杯子、看盆子、看毯子呢？他会跟你说哦，因为你要买了这么多东西，配了货之后，我这个包才能给你吗？不是，告诉你他怎么跟你聊，他会跟你说，我们爱马仕要选择的是认可我们品牌的调性和品牌的历史的人，我们要选择的是对我们品牌忠诚的用户。我们这个包它给不给你吧，有的时候吧，不是跟你买多买少有关系的，而是说我们要看你的审美，对吧？你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们品牌的调性相适配？他会这么跟你聊，你顿时就觉得，哎呀，不是花钱解决的问题，但是钱要不要花？你不花钱怎么代表你认可它的品牌调性呢？请问？你不花钱，你的毯子在这家买，你的杯子在那家买，你的鞋子在另外一家买，请问你怎么能够表现你认可我爱马仕的品牌价值呢？你是不是还是得通过付费，还是通过消费，在我们这儿买杯子、盘子、碗，你才能够代表你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跟我们的品牌价值都相吻合啊，对不对？那你说还原到好我们的男女关系里头，你天天说啊，我觉得你这方面挺好，那方面挺好，那方面挺好，其实在告诉他干嘛？告诉他什么意思？我觉得你是吻合我们，是有期待吻合我们品牌调性的人，对吧？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向他展示什么？展示你平常的吃穿用度啊，我喝的什么酒呀，我戴的什么表啊，对吧？我的言谈举止在哪个 level 啊？他这个时候开始琢磨，我要追这个女的，我要给她送什么呢？对不对？我要把钱花在哪儿才会让他觉得我吻合他的品牌调性呢？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会我上来我给你什么买个3万的包，他满大街他都给人送3万的包，他要送这个包他还要想一想，我送这个包他看不看得起？这个时候你就到位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说所有的东西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必须要让这个男的呀，如果说你接触的这些人呐，都是这种比较 high level 的人，你千万别一上来跟他，那我跟你讲你不花这个钱，我是不会让你得到我的，你这就是很傻叉，对吧？因为他会觉得你非常弱智，所以说你就让他玩起来，我不断的去表扬你呀，展示我自己啊，然后我也赴约呀，但是我该拒绝的我也拒绝呀，我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我也要撤退呀，我不停的给你去释放进度条的时候，但是我也要告诉你还没有得到啊，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被很多人争相竞争的一个对象，对吧？我在任何的这种只要是高端局，所有人都喜欢我，对不对？我到了这个高端局，这个大佬喜欢我，那个大佬也喜欢我，所有人都喜欢我，但是我纹丝不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个时候你被很多消费者所争抢，那么那个越有钱的他就越是希望砸钱把你拿下。好，可能你这个时候没有到那么高端，但是即使你没有那么高端，你们也要想明白这个逻辑，我怎么在所有的这些女孩子里边让别人觉得我有价值。你要把这个耐心稳定度、淡定展现出来。第一，我见过钱；第二，我见过极为有钱的消费者；第三，我值，我配；第四，如果你觉得我不值，你可以下一位。这个东西展现出来，你就牛了，好吧？我跟你们讲了的，我要是说在公开平台直播，你看我今天讲的这么一大段，能跟你们讲的这么透彻吗？很难。所以所有的东西我跟你们说，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我常常跟你们讲，无论我们在经历什么样的，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对吧？虽然今天我们直到1月1号之前，我们都只会单平台的在这一个平台直播，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播做得非常的极致，对不对？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讲得最为透彻？因为我不怕关播对吧？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找到我了，不容易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找到我不容易，大家一定要先把我们的微信扫一扫，右下角这个微信扫出来之后呢，下一场我们再直播，你们就不会要找那么久了，因为我们每一场开播之前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以及我们的社群里边去发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链接我们会发直播链接，然后右下角
小黄车啊，点开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曲曲团队给大家带来的服务，有这个金贵的社群，还有文字包月的1v1，以及语音包年的1v1，还有我们的曲曲的闺蜜圈啊，跟我直接面对面交朋友的一个服务，以及还有一个探爱听诊。探爱听诊就是大家有任何的夫妻方面啊、10点半方面啊、哼哼哈哈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探爱听诊来解决。哦，对，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就是今年我们跨年哦，会在杭州线下，跨年杭州线下我们会有这个跟我一起学习哼哈的这么一个跨年活动，应该是3天，对吧？3天的一个活动，跨年啊，名额有30个，大家今天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问，好不好？通过这个微信去问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哎，你说。你说。这个是会显示微信头像和名称的吗？你现在显示有头像有名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头像跟名称是不是你微信的头像跟名称。这个别人的话能看到吗？哦，他们看不到，只有我看得到。你说。哦，好，你好。那个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今年30岁，然后认识了一个爹爹，然后他刚开始追求我的时候，然后追了1个多月左右，然后我先就是说是要让他先给我100个，目前已经给完了，以后我们现在目前3个月，然后我就是提了另外一个要求，就意思想让他给我换房子，因为给他提的话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不太方便，然后他呢就是说让我把我之前那个房子卖掉，然后加上他给我给的钱让我自己去换，但是我肯定是不想这样的，我想让他自己去给我就是买房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让我去把他给我的钱还有房子卖掉，然后再去让我自己去看，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如何引导他？这就是拒绝啊，这个就是明确拒绝啊。你去1v1啊，你这种买房子这种事情，你是要做时间规划的，你是要设置时长。树立目标，选植入，他一个流程打完怎么也得半年，哪有说3个月刚给完100，现在3个月就买房子？这男的傻，他冤大头啊他。那我是不是提这个要求提的稍微有点唐突？肯定非常唐突啊。然后之前的话，我一直就是也就是按理表示过说我的房子也非常不方便，因为他也是一个做房子的这个发家的。然后我想着这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事，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找别人搞呢？这不是什么大事儿，谁都能给你搞，谁都应该给你。然后，那这个是不是后面要慢慢的再去引导，然后去，还是说怎么样操作？我建议你去1v1，你是我们学员吗？还不是。学习也没学，那个1v1也没报，就纯靠听直播，听的那个半桶啊。之前我也连过你，然后之前的话我就是在他那里的话，就是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就是那个什么的，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有点反扑了，可能对方有点下头，然后后面的话我觉得好像他也没有再付出的意愿了，所以我就知道怎么样再去重新立一个框架，把自己的人设再拉回来。你拿了100个 W 都不值得你1v1一下吗？啊，就靠你们的三脚猫，我的妈呀！啊，你这不是三脚猫是啥呀？人家已经在后撤了，人家在冷淡了，然后呢，人家后撤了，所以我让你买房，逻辑呢？你这个因为跟所以之间它挂钩吗？因为他冷淡了，因为他后撤了，所以我要让他买房子了，这个因为跟所以是怎么对上的？而且就是他的话总是就是可能希望我给他提供很多情绪价值，比如说他会经常说他一些
以前过往的一些不如意啊，或者是经历的困难。然后我的话也一直不断的去鼓励他呀，或者是开导他，但是经常这个样子，现在我已经有点没有话讲了，因为每天来回的都是重复的那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他。小姐，所以我让你1v1。你之所以会没有话讲了，是因为你的文化底蕴不够。知道吗？你这翻来覆去就那么2句话，你当然没话讲了呀。你自己生活也没有那么多内容。对，因为我肯定也没有像别人的经历那么多。然后给你那个100个 W 你用哪儿了呢？你用了吗？还没用。所以你看，就是你们学习也不学，咨询也不咨询，你们就靠着自己的那个运气，是吧？碰着个爹爹了，哎呀，碰着了，然后呢，哐的搞了100个，给自己干懵了，然后也不知道，哎呀，这天旋地转，觉得我好牛逼啊！你不要把运气当成能力，好不好？不要把运气当成能力。米吧，人家花到你这儿了，也没有看到你这个米的作用，既没有充足的情绪价值的提供，也没有看到他这个米怎么把你提升了，也没提升。完了以后，你哐的3个月感情没到位吧，口倒是挺会开，开完了以后直接被拒绝，拒绝的都不用，这个男的拒绝你都不需要内耗。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一直在问，就是之前会问我这个钱花到哪里，我说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花，还在存着。所以我说你问我嘛，你不要问我了，好不好？你下去1v1吧，你没有一个点做的是对的，没有一个点是对的。我跟你们讲了无数次了，男的是最见不得，就是这种稀巴烂的关系的时候是最见不得哪个女的抠抠搜搜的了。这个100个打进去之后，你给人的第一反射的感受就是不值。他所有的东西最后折射下来就2个字叫不值，既没有体现到他身上，也没有体现到你身上，什么体现都没有。他就突然发现他是个冤头，原来这个女的没见过钱，就是这样。这个钱没有，就是没有说是体现出它的价值给我的这个米，什么价值都没有啊。那就是那后面的话，那应该我是说把这些米是应该着重放在哪个点位上去？该花啊，你别一天到晚拿了别人的米还搞得很穷酸。行，好，知道了。你下去1v1吧，好不好？好，谢谢。从头到脚都是问题，从头到脚每一个汗毛都是问题，每一个汗毛没有一个汗毛是对的。啊！我天天跟你们讲消费升级，是吧？消费升级，完全当耳旁风，对不对？为什么呢？我跟你们讲了的。对于有一些从小到大没什么钱、没见过什么钱的女孩子来说啊，让她花钱比要了她的命还难。真的，我跟你们讲，真的，你知道，就是那种越混越好的呀，她都是很敢花的，真的是很敢花的，因为她很敢花，所以呢，她能让自己呈现的状态越来越高级。你在越来越高级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想着，哎呀，我这花钱花的这么快，我还得想办法呀。然后他在想办法的过程当中，他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哎呀，今天跟你说这个，明天跟你说那个，今天跟你嘘寒问暖，明天跟你做小扶梯，后天跟你搞个饭吃，他都会想办法呀，对不对？你们是什么？这个100万一花，砰腾锁死，对不对？对，直接放在保险柜里的一锁，锁完了以后，过3个月没到，再给我买房。理由是什么？啊，就是成不成立嘛，这个事儿，对不对？成立吗？为什么要去1v1？因为你们每一根汗毛都不对，每一根汗毛都做的不对，知道吗？首先钱就没花，钱要花还要花对地方，对吧？还要花出高级感，然后给这个男的的情绪价值不够，为什么？因为你的文化底蕴不支撑，所有的语言是需要文化底蕴去支撑的，对吧？然后第三，你想要的目标，他的这个时间设置的时长又不够，感情的浓度又没有拉到，感情浓度怎么拉，情绪价值怎么给，怎么规划这个事儿，这些1、2、3、4、5的点都是需要靠脑子的，
还要看胆识，知道吗？要看胆识，看脑子。你们觉得就是我跟你们说是这样子的，你们生命当中可能因为你们的长相啊、身材呀，可能因为你们一些机缘巧合，会有很多次机会让你遇到一个大佬，可能这个大佬也会，因为你看他之前跟我连过一次麦嘛，他说对吧？他让那个男的跟他拿100，他跟我连过一次麦，他拿到了一个正向反馈，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这么好搞哦。就你跟我说要开个100的口，我就开了个100的口，这个100就拿了，然后呢，这个事儿就很容易了，我只需要开口就行了，是吧？就是我想要什么我要不就完了吗？没有难度嘛。你这个群许，你这个直播间也没啥技术水平嘛，对吧？我给你连了个麦，说开口开100，好开了，开了给了，开了就给了，哎呀妈呀，这么简单，这个事儿原来这么简单，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对吧？那哪是这个样子的呢？是在一个时间节点可以用简单的开口方式解决，但是一旦简单的开口方式解决了一次，后面呢，它是就需要动脑子了，打感情牌了，对不对？你的情感不拉上去，情感不拉到一个峰值，100你还想变300，300还想变1000，凭什么呢？你给别人什么了呢？对不对？人家在你这投入，人家在你这花米，没有感受到服务体验，没有感受到服务升级，他为什么要持续投入呢？对吧？怎么看回放？我们这个直播播完了以后，会在这个小鹅通平台会生成一个回放记录，你们到时候是可以看，那个我会让小助理发到朋友圈和我们的社群里头，然后你们可以通过那个链接，到时候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回放啊。然后呢，大家今天有从哪些平台过来的宝宝啊？可能你们有很多宝宝都是从其他平台好不容易摸索找到这儿的。那我想告诉大家，在1月1号之前，我们都只会在这一个平台单平台直播，我们会暂停在所有的公开平台的直播，到1月1号啊，也就是到元旦。所以呢，在这之前的每一场直播，我们依然时间是固定的，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的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时间都是固定时间。但是呢，我们只会单平台直播。如果大家不希望下一场走丢啊，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右下角有一个微信弹窗，你们先把微信加上，然后右下角还有一个小黄车，你们把小黄车点开以后呢，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包年的语音服务、文字包月服务，还有一个探爱听诊。这个探爱听诊呢，是专门给大家解决哼哈10点半问题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曲的闺蜜圈，曲的闺蜜圈呢是一次付费的一个终身社群，但是我们这个闺蜜圈也会给大家赠送一个1年的老师的1v1的服务。然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圈圈，因为我们这个今年的12月31号到明年的1月2号这3天啊，我们会有一个跨年的杭州线下的一个哼哈10点半的一个跨年的一个活动。这个跨年的活动我也会参加，好不好？上一次的生日会呢，办得非常的成功，然后很多的小伙伴都十分的满意，然后也有一些人没有报上名，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跨年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好吧？来下一个，微信加不了吗？稍等一下，我们给你多再换几个微信，你大概这个每半个小时可能就得换一个微信，因为他们今天添加太频繁了，生日会的问题大家加微信去问啊，因为生日会的问题比较复杂，比较繁琐，我就不在直播间里头说了。没有连上直播，宝宝们，你们看我今天这个脸都没有美颜的痕迹，这就是我本人，这就是我本人，好不好？没有美颜的痕迹，你们什么时候看过啊？这么大张脸，虽然平时脸也挺大，但是没有这么大的。Hello， 你好。啊，你好，曲曲你好，我是最近才关注到你的，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就是我是30岁，然后长相就是5、6分吧，然后身材中等，
然后我是跟大佬是40岁，跟他是在 YC 认识的，然后他是围城内基金行业，我们是3月份认识的，然后5月份正式在一起。然后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就是跟我谈条件，然后叫我不用上班，然后说每个月给我4个 W， 然后我没同意，后期后期又谈成，然后给我半年说给20个 W， 然后之后再每个月给三个给我生活费这样子。但是就是后期他又说他资金，然后他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又买了一套房，然后手上的资金就用完了，然后之后还有一笔资金是垫款，然后回不来，然后就说暂时给不了我这个20万，然后我就不同意，我就回去上班了。之后他又回来找我，之后他就跟我谈了，说那我就先给你每个月先给你6个，然后问我同不同意，我说行，然后他就给我6个，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已经给到10月份，已经有2个月工资没给了。然后之前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他还说就是说给我买一套公寓，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一套房不在市中心，因为我是属于2线城市限购嘛。然后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属于那种脾气很大男子主义的那种人，就是我跟他说东西，就是跟他聊天，就是他会反驳你。然后就是我现在问题是就是他已经拖了2个多月的工资也没给，然后他答应给我的公寓也没买，然后我想说我怎么跟他要回这个米比较好，以什么的语气说？别要了，直接回去上班吧。就可以不用说，直接回去就行了是吧？对啊，这个男的，我跟你讲啊，降低付出呢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他本来他的续航能力就不够。对，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挺有米的，但是后期我跟他发现，就是2、3个月才知道，这是他每年估计年收入也就400-500，差不多。你看，他要不就是续航能力不足，要不然呢就是对你的兴趣急剧下滑。你看他跟你的联系频率现在高不高？还行，1周3次左右。如果他跟你的联系频率没有更改，热情没有更改，只是在米上更改了，那么他就是属于前者，续航能力不足。如果是续航能力不足的这一类，那么你就不要再指望他后面有大的付出了。了解。行，我懂了，那没啥问题了。行，好的，谢谢曲曲，拜拜。好的。对吧？你这个续航能力不足就是这样子的呀，因为很多人他刚开始，你们知道为什么很多男的他们要花很多米追 YC 的女生吗？为什么？是不是很多女生他们都非常的疑惑？哎，为什么他不给正经女孩花钱呢？为什么他非要找那个 YC 的女生呢？为什么他要给那个 YC 女生花钱呢？对不对？第一啊，当然是因为颜值身材水平。颜值身材水平这个是硬指标，很多时候他在外面认识的女生，他觉得没有 YC 的那些女孩子，是吧？那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服务意识、情绪价值，因为 YC 的女生她们是服务的，说白了，我是要稍微的略低姿态，对吧？哎呀，端茶送水呀，跟你说好听的呀，撒娇啊，哎，她是这种施展这种女性魅力呀。对不对？所以她要又漂亮又有身材，还能施展自己的女性魅力的这么一个综合性形象，如果她要在生活当中找，很难，没有这么密集的圈子让她能找到这样的人。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个感受啊？比如说你白天在大马路或者干嘛的，其实没有那么多美女的，感不感觉得到？你就好比就是，但是你比如说在北京，你如果在工体，你是不是晚上在工体你就能看到很多女生，看到很多美女，很漂亮，搞得很妖艳。但是呢，你白天在大马路上你能看见吗？你在大马路上看不看得见？看不到。所以说，因为这些男的说白了啊，他平常没有那么多的密集度，就是能让他迅速的找着这么一个人。他如
如果要找到这么一个人，平常生活当中日光灯下面他找不着，他没有这个密集度，对不对？所以说他只能说在这种地方他会，其实很多女孩子她们玩嘎子场也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很多女生她玩嘎子场也是这样的，因为她喜欢那种帅哥帅仔，但是呢她生活中认识不着帅仔而且呢她生活当中认识的帅仔呢很高冷，别人不给她做服务，对吧？别人不给她做小伏低，别人不给她情绪价值，别人不给她服务意识，但是她在那种嘎子场里头的那些男生长得帅，还能哎呀喂她喝酒，给她捏腿，是吧？哎呀还要喊她宝贝儿对不对？哎，还帮他挡酒，他觉得哎呀，他对我好，就是又要好看，还要对他好，所以为什么他们愿意在这种地方花米，愿意把这种地方的女人据为己有去花米？他就是为了有这样的颜值水平、身材水平，还要继续享受这样的这个服务意识、价值。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白天上白班，你还有这种长相，还有这种身材，还有这种服务意识的女生，你知道吗？你会多么的抢手。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希望找到能够像给夜场的女生这样砸米的这种男朋友或者干嘛，那么你就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花。你是一个正经人，但是你那个正经人，你还能展现出来那种不正经人身上有的这种特质的时候，你就是个王者，你就是个王炸，懂吗？好，来下一个来。大家把微信添加起来啊，右下角的这个微信加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场1月1号之前的这个私域直播都会发链接，大家就不会走丢了啊，要不然的话都像今天都是缘分让我们再次相聚，缘分让我们再次相聚啊，右下角的小黄车，大家可以点开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们曲曲团队给大家有些什么服务。平常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介绍这些服务，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私域直播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我们曲曲团队所有的服务都可以挂在我们的购物车上面，可以任君挑选，好不好？对。缘分让我们相遇，那是意外。怎么回事？人呢？加不了微信，多加几次啊。是可以直接长按识别的，可以加吗？长按识别，大家长按识别就可以加啊。以后怎么看曲曲？1月1号之前，你们直接每次关注我的朋友圈或者在金贵的社群里，都会收到我们的直播通知。我们直播通知会直接把这个直播的链接给你们挂上啊。630没连上 CW OK。 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哎，可以，你说。好，那我就照着稿子，稍等一下。我的基本盘是32岁，然后单身，在一个18线的小城市，长相6到7分吧，然后家里不能给予我什么支持，然后在全日制本科之后去到了上海，空乘离职后，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一线，然后是一个小苹果，年收入15个左右，然后在18线城市有一套100左右的房。那我的问题是如何和2位男嘉宾相处，或者是跟他们断开，2位都是在为累。男一是一个鸡肋男，然后在一起半个月有7、8个的付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认识曲曲，所以就也没有识别到他的这一个突阳的性质。然后呢，在后来无数次的撤离之后，加上男二的追求，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身体先行的意见，然后我就和男二有了10点半。目前就是担心这2位会有翻车的一个情况，所以想要跟男一断。那男二的年收入是50个左右，然后灰色收入不清楚，是同一个单位的，然后认识了有1年多，
然后起因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觉得我喜欢他，然后就开始追求我。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他说给我买一个30左右的车，然后之后这30个以现米的形式给到了我，然后现在在一起有2-3个星期左右。2位男嘉宾的10点半都没有我预期的好，然后还有就是因为2位都是同事，我怕最后工作受到影响，还有就是男3我也感觉他有点突阳的性质，最后就是我等一下，稍等一下，你刚才是说有一个谁给你付出了30个 W？就是男2，第2位男嘉宾。那怎么还说人家是突阳呢？因为他的年收入不是特别的多，还有就是我在一起之后，我让他给我买一个1万左右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先缓一下，就不像在之前那样是我要什么给什么，然后我就会考虑是不是我太姑娘，你不会想让别人持续到达几十个 W 这么付出吧？那你是要找大佬的，那你不是找这种东西的。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动作没有做对，就是不能在他付出之后，然后再赶着要。不是啊！你是要干嘛？你是要找结婚对象啊，还是你是要找大佬啊？你到底要干嘛？我现在是我要找结婚对象，然后所以就基于以上的原因，我想要跟他们撤离。然后我能想到的动作就是一边对碰，然后找到结婚对象以后，跟他们说就家里逼着结婚，然后。你找结婚对象，你想找什么结婚对象？你想找带你跨越阶级的结婚对象？对，这是我的最好的一个期望，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切实际，因为我的基本盘没有足够的优秀，还有我今年已经32岁了，然后这也是我今天的一个。你是不是有点自我认知不清晰呀？你自我认知很不清晰啊，小姐。你32岁，你有啥？你啥也没有。一个男生给你付出了30个 W， 这个还不能作为婚恋对象的标准吗？你要找什么？这2位男嘉宾都是在围内。这俩都是围内，30的这个也是围内。对。你不是还3个人，有一个是单身？没有，就只有2位。你不是有男3吗？没有，就2位。就一个是之前的那个，然后第2个就是这个30的。妈呀！那你就去对碰吧。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30个现米，我是应该留下来去买车，还是应该把它存着？因为他在前2天就是给我的意见就是说尽快去买这个车，他说天气也冷了，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见给到我。你是不是真的想买车？还是你当时只是随便找个由头想让别人给米？他说的买车我没有特别的需求，但是那你就不要买呀。好的。你兄弟是这人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刚刚会听恍惚呢？因为我很奇怪，你怎么会找2个同事在那搞米？我就不太懂，知道吧？你搞米嘛，不能够这不找2个同事，找2个收入不高的同事在那搞米。我心想，是我哪个地方听错了？动作跟目标达成一致，好不好？你的目标如果是要结婚，首先第一件事，咱们只找单身，这个是必须的啊。第2件事，因为你找的这俩大哥，说白了都是小喽啰，这小喽啰呢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付出。你这个3W，你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买车需求，存起来就完事儿。以后有什么地方花钱的地方多的是，好吧，反正你是要另外再找结婚对象的，你也不是长期在这俩哥们身上干嘛的，你也不用去管什么他要不要你买呀，你想不想，这都不重要了，好不好？就是对碰以后，然后再跟他说就是有结婚对象，然后就这样分开是吗？我是建议你就是早点干净，早点分干净，不用等什么对碰，什么都不用等。那这个米目前要不要就是反悔给他？还是因为啥意思啊？为啥呀？因为如果想要断干净的话，我就会怕他就是不同意断，就那你找个别的男的他就能同意断了，什么理由呢？
你找不找别的男的都不影响人家同不同意断。好的，明白。还有问题吗？没有了。谢谢曲曲。哎，不是，你们能不能不要在兔羊身上拔毛啊？可不可以？行不行？求求你们，不要在兔羊身上拔毛，还是围内的兔羊。哎呀，不是围内的兔羊，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这搞这稀巴烂呢？而且还是一个公司啊，回头弄得一身骚。你们这个动作极致的就是没有性价比，性价比太低了，这什么玩意儿啊都！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分钟要活出性价比，好不好？真的活出性价比吧，行吗？别在那公司，你们这种女生，我原来啊短暂的工作经验呀，也让我看到过一些这样的女孩，但是我跟你们讲啊，只要是这样的女生，绝对搞不到大的，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个世界上99%的，99%的这些女孩子呢，如果因为有一类女生啊，她们是只要别人给她花米，她不在乎这个人有没有，也不在。我跟你们讲啊，我知道有一些女生她们是这样子的，她们是有的男的可以给她买零食，有的男的可以给她当司机。有的男的可以给他付学费，有的男的可以给他付房租，他一个人呢可以玩转一个连。我确实，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过这样的案例，但是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呀都是下沉群体的玩法，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上会沾漏气儿，明白吗？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这都是选择的问题，懂不懂？就是人生的任何一步啊，它都是选择。为什么我不支持大家在兔羊身上拔毛？无论这个，就是说，但凡你是求这个，我不支持大家，无论这个男的是单身还是什么情况，我都不支持大家去找一个没有米的男的去搞这个，我非常不支持。为什么呢？你只要让这个人给你付出，无论是大是小，是多是少，势必就意味着你要跟这个人产生关联，对吧？你需要跟他有互动吧，尤其是身体上的，对不对？哪怕你就只是跟别人给点甜头，哎，你只是亲一亲抱一抱，你也不往下一步，你跟他之间就没有这种磁场的交换吗？我天天跟你们说磁场、能量、磁场。什么是能量？能量磁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是不可以被别人影响到的，懂吗？你要永远让自己呈现出高级感，就是要不停的往高级了走。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名哪个所有的人他都会牵扯到你的能量，他都会拿自己的能量跟你做交互，明不明白？而且我跟你们讲啊，男人这个东西啊，他没，我跟你们说，任何一个人走过你的生命都会留痕的，明白吗？没有说完全不留痕的，即使这个痕迹它再浅再淡，但是没有不留痕的。我们要拼尽一切的努力，让我们自己呀，身上啊，就是所有的细胞啊，呈现出高级感。怎么呈现？有选择的去接触人，有选择的去求物质、求平台、求资源，明白吗？否则的话，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啊，高能量的人、高频的人是非常非常抗拒低能量跟低频的人的。你又要接触高频的，又要接触低频的，是吧？低频的人是没感觉的，他反正无所谓啊，他但凡能吃这一口，他都是正了。但是一个高频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受到影响，因为你会拿着跟低频对话的这个状态会对待他，你会错乱，你这个信号会错乱的，明白吗？因为底下这些
小角色，你跟他搞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大耐心，你会有那个高冷劲儿啊，或者你也不会有耐心啊，你也会觉得忽视起来挥之即去啊，你会觉得自己是大小姐呀，对不对？你这个状态，你遇到高频能量的人的时候，你一定能调明白吗？你一定能立刻啊，我遇到他我这样调，我遇到他我这样调，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的呀，因为打心里说白了，你真的会因为一个男的跟你买零食，你就尊重他吗？就因为这个男的啊，每天舔巴拉巴拉舔，然后呢，你就觉得像我身边这样的舔的多的是，然后呢，你接受他们的好的同时，你真的会尊重他们吗？你不会的呀，对不对？你不会尊重他们，然后你身里会给你就是浇灌出那种骄纵，对吧？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你在面对高频的人的时候呈现两个极端，呈现哪两个极端呢？一个极端吧，是你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高频的人吧，一下子就行为错乱，觉得哎呀好牛逼好牛逼，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的，我一定要去舔，你会转舔狗，对吧？一个是被光环白批，你要不就走这个极端，你要不就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平时跟这种稀巴烂的处多了吧，你再去处这个高的，你就把那个高的跟那个稀巴烂的处成一坨，对不对？你身上的那个骄纵的那个气息，是不是还是会传递到别人这里去？所以你们这样的行为最后是拿不到大结果的，就是在这里搞那里搞那里搞，说起来好像搞了一大堆在手上，其实全是废的，全是废的呀。所以我们讲，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至理名言，我们的人生啊，80%的时间在瞄准，2%的时间在射击，懂吗？瞄准很重要，瞄准的过程当中，我不停的看，不停的听，不停的观察，不停的打磨，这个叫瞄准。你不瞄准，你哐哐的就开始干，你这干的全是废的，都是些小罗罗，那有什么好搞的？你还不如正常的去找个人结婚，对吧？找个靠谱的男的，哎，谈婚论嫁不挺好的吗？生儿育女，谈婚论嫁，然后2个人共同奋斗，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起码能够让你找到生命当中的那种掌控感、安定感、满足感，对吧？你说你东敲敲西打打，这里搞那里搞，搞了一大堆废子，有什么用呢？搞了一堆破铜烂铁抓手上干什么？对不对？没有意义啊！这个对于你的成长，对于你的翻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跟价值的，好不好？有选择性的去结交啊！不要在土壤身上拔毛，不要让那些男的来骂你，好不好？把自己能量搞差了啊！来，那个右下角的微信大家能看到吧？右下角微信的这个弹窗，大家一定要去扫。我们到1月1号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到1月1号这中间的这一段时间的直播时间不更改，但是我们全平台都只有在这一个平台直播，其他所有的全平台我们目前暂停到1月1号。所以说在1月1号之前，我们依然是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依然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但是我们只在小鹅通这一个平台。今天大家找到我是缘分，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怕下一场走丢，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加了以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朋友圈跟我们的社群里头去每一场发布我们当场的这个直播链接以及直播回放链接啊。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小黄车，右下角的小黄车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有导师的包年的语音，还有包月的文字，还有这个单次的关于哼哈和10点半的专项解决问题的探爱听诊，还有我的曲的闺蜜圈啊，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呢，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月的月底，12月月底我们会做一次杭州线下哼哈的10点半的这个特别课程，3天，然后是跨年课程，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项目跟内容啊，然后我也会在，好不好？大家待会儿可以去那个你们家的那个小助理那里了解一下啊。来下一个。每一个 case 今天都跟你们讲透彻，他也不会断播，对不对？所以说什么东西都是双刃剑，真的。我们这段时间要低调，主要是要低调啊。你们也懂的，年底了嘛，各种管控方面都上来了，我们低调一点。虽然我号多，但是我号多，
关键是我害怕。小鱼同学，号多归号多，我也觉得不想影响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整个感受度啊。加油！Hello， 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好的。刚刚我连了一下，有点卡。然后我现在讲一下我基本盘。然后我是3本学历，是98年，1.58米，身高92斤，是比较可爱的类型，特别显小。然后我之前的工作是某平台的带货主播，工资是1万加。然后我现在男嘉宾是。他是比我大27岁，然后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他跟我讲他是就是他在北京好像是做什么基金一个总经理，然后经常出差，所以我不是很知道他的收入，但是他周围的人都说他已经财富自由，就我不知道真假。然后我恋爱史一共有4个，前2个都是正常的，第3个跟他一样也是围内，然后2个月付出了8万8，然后这第4个男嘉宾现在都知道。然后目前我是跟我现在男朋友交往了3个月，他一共给了我19个，然后因为我要陪他出差，就要陪着他，所以我辞职了。然后这19个里面，他其中有5个是干嘛？5个是我给他要的，就有5万。然后并且我后面提出了1个月5万，这个提出是咱们群里的那个群员教给我的，然后帮我出的主意，怕他是那种秃羊。然后但是因为这个以后呢，我感觉他有点下头了，然后就是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然后先给我转了1万，之后又把我拉黑了。把我拉黑之后呢，又让他朋友第2天把我拉回去，让他朋友给我转了4万，然后反正我都给他退过去了，然后他就是后面就这样子就又和好了。然后10点半呢，我们之前都很和谐，然后现在呢，我感觉他有点腻了，他不太想弄，然后他看我看得特别紧，他把就我第3个男嘉宾，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第3个男嘉宾还在追我，一直在给我送花往我家里，他给我拉黑了之后还是在给我送花，就我的第4个男嘉宾把第3个男嘉宾拉黑了，第3个男嘉宾还在给我送花。然后呢，他还把我前男友各种男性只要是我手机里的全部都给我删除了。然后他现在呢又对我比较腻，我现在就有困惑，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靠不靠谱？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对，就搞得有点，我是那种特别小白，人家正常人一看都不会碰我。然后我之前看了你的切片嘛，直播切片，我就怕他是那种稍微有底线的男的就不会碰我这种女孩，我就怕他是这一类。然后而且他跟我表姐好像还有一腿。但是我表姐跟我说，她说她不在乎，然后就是她刚开始还一直跟我讲是谈恋爱，就是从刚开始过去，到还说什么要的总比给的多，然后答应我，但是她答应我的那个，因为我辞职了嘛，我说答应我的社保还有那些小东西，她都没有兑现。然后因为现在租房呢，我要交房租，他之前就跟我说要给我买一个公寓，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就说至少就不用再搬家了，就有个地方住。之前还让我去看公寓，但是呢，最近他以为我把房租交上了之后呢，他也不提看房子了。然后第2个就是呢，我怎么引导他付出？因为我现在没工作，他还不给我转账。然后他朋友过来到我们城市呢，我也要招待，我还给他买了2条裤子，花了5000块钱。然后他现在经常来我家全部都是我花钱，我没有让他主动付过钱，就我只要看他稍微有一点点不想，我就自己把我们吃饭什么的，我就全部都搞好了。然后第3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因为我已经25了嘛，我特别想结婚，而且我欲望不大，我就是想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就这样子，因为我大学什么的都很正常，就是我听我表姐的话才开始这样子了。之后我就在想，我是
正常的去找一个结婚对象，还是说我现在继续和他在一起？然后第4个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因为他给我的钱我全部都花给他了，而且我也有大额的这样子就是花钱的意识。我现在我是想怎么跟他再取得一个大的成果，怎么去跟他说这个口？是让他给我买房子呢，还是说我现在已经没钱了这个事儿？首先啊，你的目标跟你的行动完全是不相符的。我讲的目标是关于生命终局的目标，你的生命终局目标就想找人结婚过小日子，对吗？对。那么你现在根本就不应该搞这个事儿。我听我表姐的话，你完全不应该淌着一滩浑水，完全是在耽误时间。你25岁能够被这个男的看中，你肯定还是有姿色的，对吧？我身高比较矮，但是我特别显小，就是别人一看我就好小好小。你本来就25，你显不显小这都不重要，你本来就小好吗？你在这个时间阶段里头直接去对碰就完了，找个条件不错的男孩子结婚问题不大的。你不要搞这个事儿，你这个是纯粹是耽误时间。而且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叫生命污点。我这么跟你讲，我们要搞这个事儿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就很多有野心有欲望的女生，她要通过这个事儿她跨越阶级，她不在乎这个生命污点，她也不想着说我未来要结婚要干嘛的，我只需要让我自己过得很牛掰就完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你们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想结婚或者干嘛的，这些东西它会成为生命污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想结婚的人，你不应该躺着一摊子啊。那现在这样子了，那怎么办？就我现在特别后悔。撤就完事儿了，不用怎么办？撤就完事儿了呀。但是我现在不是已经为了他辞职了吗？我就也不管。你这个工作随时可以找的个事儿，不重要啊。是的，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什么不可替代性都没有，你直接在找工作不就完了吗？该干嘛干嘛去，把前面几个男嘉宾正常的单身的都捞回来呀。我第二个男朋友也是被他给删了，我现在而且他不就完了吗？好，然后那我还要跟他再说。给他让他给我付出经济方面吗？还是说我就直接撤掉？这个关系就断不了。但是只要不断，这个关系与你的生命终局就会越来越远。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你想要的生命终局跟你现在所做的事儿，它必须要挂钩。你现在做这个事儿，完全跟你想要的那个生命状态不相干。你搞这个事干什么？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人，我感觉其实我也不是，我听我姐的话，是因为我一直都跟我姐一起生活，然后我爸妈也不管我，但是呢，我感觉因为这个事儿，我感觉我姐对我有一点点不开心。你这个姐呀，我劝你以后就远离这个人呐，他跟你呀气场不合。都不同频，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他跟我说他是想因为他嫌我太穷了，他说我现在年纪那么小，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你不要跟我说他怎么想，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儿，他的生命他做主，你的生命你做主。他要往上爬，他要搞这种男的，那是他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好吗？他把你送出去，那是因为那个男的对他下头了，没兴趣了。他为了继续跟那个男的的关系，所以说要把你送出去。你的问题是这个事情是你想干的吗？不是，他把你送出去，为了维系他跟这个男的的关系，懂吗？不是很懂。你为什么不懂呢？献宝你不懂。古时候的那个妃子自己不受宠了，多拉几个人过来给皇上选，听得懂吗？但是这个男生就是不是在我的这样子一个就是我的选择里面。对呀，他跟你想要的生命不发生关联，你不应该走这个路，这不是你想要的，懂不懂？这不是你想要的，你不要听你表姐怎么说，你表姐这么说，那是因为这是她的价值观。
那如果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这样子了嘛，那因为我想的是，如果我现在后撤，那我不就很亏？我想怎么不亏一点？如果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是这种想法，那么你这一生就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终局了。只要你现在觉得亏，你要去找补，只要你去找补，你这个关系就脱离不了。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亏的，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亏，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赚的，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亏的。我知道了，就是如果我想走这条路，我就一直走到底；如果我想走我之前的那个想法，那我就赶紧把这个人断掉。是的，不要耽误时间。好，对吧？好的，谢谢曲曲。我跟你们讲啊，是这样的，虽然说你们可能看我，很多人看我也会觉得我也是一个很现实，我也是个很物质，我也是一个喜欢一直往上爬的一个人。但是我跟你们讲，我这个人做人做事是非常有原则的。我的原则就是绝对不把我的想法、把我的价值观凌驾于别人之上。这个就是我的原则，知道吗？我那么多年，我身边有无数的女孩子，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从来都不会说，我明知道这个女生不是这样的，我非要让她怎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但凡是觉得这个女生她就是那种想过小日子的人，干嘛？我不会让她参加任何一个名利场的局的，不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想做这件事儿，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想做这件事儿，我绝对不可能。就是你有你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懂吗？像这种，而且像这种，我说实话啊，像这种就是他自己跟他怎么着了，完了又要拉自己的姐妹呀，跟他怎么着，这种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对这种事情，我是很不认可的。我对这种事情我是很不认可的，除非啊。你拉的这个人本来他也稀巴烂，对吧？就是你自己是个稀巴烂，说白了你自己是个稀巴烂，你自己在拉这个人他也是个稀巴烂，他本来也是那种就是瞎搞，反正也无所谓，对吧？看见怪不怪，对不对？就大家都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去害一个小白兔，你干嘛去害一个小白兔呢？对不对？这是很有本质上的差别的，你为什么要害人家小白兔呢？你有欲望那是你的事儿，对吧？你有欲望，你就出去找跟你一样有欲望的人去安排，对不对？双向达成一致，各取所需。为什么你的欲望你要强加，你通过洗脑啊把这个人，就是我非常非常不赞成这样的做法，我非常不认可这样的做法。人家本来只是想正常结个婚干嘛？你非要跟他说，哎，你要搞钱的，你非要跟他说，哎，你要怎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跟你们说，这个世界上多的是的，只想过一个小日子的人，人家没有错，好吗？很多人他就只是希望他每天就是打个毛衣，他也过得很开心。对不对？他每个月几千块钱，他每天吃点简单的，就是买菜做饭养花，他很开心。你为什么要强行让他去介入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他会不快乐的，你懂吗？因为他不自洽，他越过越不自洽，越过越不自洽，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为什么要忍这个？我为什么要那个？因为他得到的那个东西不是他的终局，不是他想要的终局。你要让别人幸福，要让别人快乐，你做这个动作才对，而不是让别人痛苦。你为什么要让他痛苦呢？对不对？哎，你们把那个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大家如果说想就是在1月1号之前啊，不要走丢我们直播的宝宝，一定要把右下角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到1月1号之前，我们都只在这个小鹅通平台单平台直播，其他公开平台不播啊。在1月1之前，我选择这个低调，低调，好不好？所以说呢，大家就把我们的微信加起来，这样的话呢，我每一场直播的时候，我们会发这个链接啊，而且呢，这个直播结束以后也会有回放，
回放呢也会给大家链接，都会发到朋友圈里头，也会发到我们金贵的社群里头。我们右下角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的曲曲团队的服务啊，包年的语音服务、文字包月的服务，还有一个单次的这个关于哼哈10点半的专项的语音服务。以及我的朋友圈啊，我的闺蜜圈，曲曲的闺蜜圈啊，曲曲的闺蜜圈都是一群就是财富自由的小姐姐在里边啊，交个朋友，是一个交个朋友的一个平台，好吧？我们最后再连一个麦啊，最后再连一个麦。Hello。你好，曲曲老师。你好，你说。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这个事情。然后我是那个，90，然后做美业，年入是大概50个左右。然后他也是做那个女性赛道的，年入大概至少500以上吧。然后我们认识。男的吗？哦，对对对，男嘉宾。他财富量级比我要高很多。然后我们认识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他们是总部，我们要加入他这个新的品项，然后那个我们的交往大概有3个月左右，他付出大概是10个 W 左右，我们是异地，见面的话也就是见了，就是发生关系见面也就是3、4次。然后最近我遇到的事情是这里边有一个重点就是，然后因为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嘛。最初我跟他发生关系之后，其实就是很意外，因为我们一起在外地出差的时候很意外。然后但是发生关系之后呢，我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那天就是个意外，晚上我们一起在外地出差，我就也没想什么。但是他就说他会负责的，然后好好处，然后我就那样答应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异地嘛，也不经常见面，就经常在微信上聊，就那个每天都会聊天。然后问候之类的，然后但是呢，他的要求就是不要在公司公开。然后我当时的时候，我比较小心眼嘛，我说不要在公司公开，难道是因为他在公司有暧昧对象，或者是说他说他是单身，难道是骗我的？就这个问题就内耗着我。但是呢，他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是那个关系发生的有点仓促，他觉得他是公司带团队的老大。不能让别人说闲话，可能他就觉得那个啥，再加上我又是分部，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影响都不是很好，我就信以为真了，就是我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在处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问题他毕竟一直内耗着我嘛，而且我有一次在一个视频中发现了，他和总部的一个女孩，不是他的视频，是别人发出的一个视频，就是他和总部女孩的一个有点牵手类似的那种动作，然后我就是虽然我没有去提，因为我说了他也没承认，但是我心里就一直内耗。我就有一次就那个因为不公开关系这个事情跟他闹了一次分手，但是呢他刚开始先哄我，后来又同意了，后来然后是我自己又不甘心，然后又和好了。和好了之后呢，就大概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近期的时候，在中间我闹分手的那一次，然后我是说我先静心，然后大概有3天，然后再后来我又主动找他的时候，然后他又说他要去师傅那里，然后静心，然后那个我们又3天，他说等他从师傅那下山回来找我，我说好，然后再后来。就接下来我们就走了下坡路，就是他会骤然的冷淡，而且忽然间有一天下午，然后说他办了一个新卡，用新的微信号加我当时没那个什么心，然后我就说行啊，然后可以，然后我就加上了，加上之后我发现他把我从大号删了，然后再接下来的举动就会更莫名其妙。然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用我说我特别喜欢的那张照片做头像，后来突然间有一天头像和微信名字都换了，头像换了一个公司就是总部的那个公司名字的图片，然后名字换了平淡，然后我说怎么突然间都换成这个了，我那时候就问他，他说是师傅跟他说的，那个
名字用平淡，然后照片的话不要用以前那个了。我也就这样莫名其妙答应了，但是他把我还比较容易，就是我会经常性的只要我发信息，过不了多久，他只要不在开会就能回。再接下来的时间就除了最初，后来就变得越来越，特别是当他换了微信名字和那个头像之后，然后我就有点不太容易找到他，就是我发过去信息，他要好久好久回，可能就是他并不登录这个号，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甚至我有一天甚至都一两天甚至都找不到他，变成了这个样子，然后我都不知道这中间我做了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我是不是会莫名其妙被那个删了，我怀疑他多偶之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办，甚至我都没有敢问，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问，就又怕自己搞错，就怕自己不会说错话什么之类的。这男的是你的上级领导吗？他不是我直接的上级领导，我是在另外的城市，比如说我是在山东，他是在杭州，他们是总部，我们是嫁入他这个品项，他是属于总部老大，我们是嫁接的他这个品项，他不是我医院的上级领导。对，合作方。这个男的他是属于老手，就是说他一向都是这样泡完了以后呢，然后泡到手了没兴趣了就给你转一个小号，就这样啊，就是这个流程。泡了感觉没意思了就给你转移了，就这样。这样吗？对，你不是第一个，你也不是最后一个，你是第 N 个，后面还有 N 加 N 个。那像这种情况，就是他的行动就说明了他的那个啥，我也没必要再说话了嘛。没跳，你想干嘛呢？你去闹一通，你只能去他公司闹一通。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我没想去他公司闹，我在想，然后我怎么样？就因为我就很懵逼，就是告诉你了吗？你还懵啥呀？我告诉你了，就这么个事儿，很多，这种男的很多，很正常。把这种所有的合作方啊，什么下属啊，这个那个的呀，一个个都当他的后宫，知道吧？反正他在这种行业里面女的又多。就是每一次玩完了以后，就觉得可以慢慢淡掉了淡掉了就冷处理结束。如果问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愧疚吗？他怎么会愧疚呢？他一年要搞几十次这种事情，这怎么会愧疚呢？他怎么可能愧疚？哪来的愧疚这个词？这哪来的？这哪说呀？这就是如果我再跟他多说话的话，就证明了我显得更卑微，是吗？没有意义，知道吧？没有意义，因为他这个就是流程化运作，生产线运作，懂吗？每次反正就泡人家呗，反正呢他又是领导，赚的又多，对吧？女的都会喜欢他。泡到手了肯定也很容易，都是很容易上手的，容易上手了之后呗，然后就给你调一段时间，慢慢冷处理掉呗，给你转一个小号，就他那个小号就是你们这些收容所，知道吗？冷宫，统称冷宫。好吧，我有点不太相信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多大了？30来岁。你30来岁才遇到这样的事儿，你挺幸运的。真的，你挺幸运的，你非常幸运了。你到今天为止才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太幸运了。我没有想到人品会是有这样子的呀。那你是不玩软件？你要是玩软件，你每个月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你每个月都能遇到这样的人啊。我没有玩过软件。对，我就想告诉你嘛，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儿，不是属于什么特殊的事情。如果你没有遇到过我说了嘛，那是因为你太幸运了，或者你的圈子太过于干净了。对，这个我承认，因为我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因为是意外嘛。
后来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人还蛮真诚的，然后我就想好好处，然后突然间我怎么死掉的我都不知道，我还在这内耗，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问怎么说，如此尴尬的事情，知道吧？这个有什么好问的？问来问去说来说去，他就是说你想多了，我都能告诉你，他都会说哎呀你想多了。没有的事儿，怎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得把你挂着嘛。万一有一天他又觉得，哎，这个女的还是可以，反正现在没人玩，再玩一玩呗，他又把你捞回来，懂不懂？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是永远不会把这个话说死的。只要你没有跟他撕逼，他永远不会把这个话跟你说死，他永远都是会给你打太极。哎呀，你想多了，哎，有点忙，最近在禅修，最近在修仙，哈哈，这那这。我昨天还听到一个姑娘，她就跟我说，她是她原来特别爱的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是个赛车手，她说那个男的每一次呢，就是经常可能就是很久都不理她，不回她消息，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男的就每次都跟她说自己的赛车的外套是没有口袋的，他就说等于说这个手机没地方放嘛，他说没口袋。他说他相信他这个话，相信了好久，所以他永远都是长期消失，突然出现，长期消失，突然出现，因为他觉得他的职业限制了他回信息的速度。后来直到有一天，这个女生自己亲自走进了一家赛车服的店，她发现每一件赛车服都有口袋，这就是个很普遍的一个事儿，知道吗？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事儿啊。好吧，就这样啊。好，谢谢。正常来讲呢，你们20出头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但是到30几岁不该再为这个事儿奇怪了。如果你到30几岁还为这个事奇怪，我只能说你过得很幸福。实际上你要回过来想一想，你那么多年都没有受到过什么重创跟伤害，其实你要想一想，其实你是很幸福的。感情的世界其实是很赤裸的，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对吧？所有的这些就是还没有受到过伤害，或者说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挫折的女生，其实听我的直播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扯淡，都会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太扯淡了，就是我们是阴谋论，对不对？怎么在所有的人眼里啊，在乌鸦的眼里世界都是黑的，我就是那个乌鸦，对吧？但是呢，大家就是真正的啊，如果说你们这个路走得够长，再多接触点男的，你们就什么都懂了。再稍微多接触一点案例啊，什么都懂了，好不好？哎，来，大家把那个二维码给我弹出来，我们把二维码给大家弹出来一下，有多少人还没有加我们的微信的？把我们的微信加上，因为我们到1月1号，就从今天到1月1号，我们都只会在这一个平台直播。然后你们要怎么才能知道我直播了呢？就是需要在我的朋友圈或者是我们的社群里头收我们的直播通知。这个右下角弹窗弹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就直接扫这个微信二维码就可以加到我们的小助理，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右下角还有个小黄车，这个小黄车点开你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包年的语音服务，还有包月的文字服务。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平时的直播也介绍不了啊。语音服务呢，我们是1年是10次语音，然后这个10次语音呢，你是提前预约就可以跟你老师去沟通了。语音服务呢，比较适合那些脑子比较灵光、一点就通的人啊，比较适合语音服务。然后这个文字包月服务呢，就是适合你需要每天跟老师对话，然后需要他给你话术啊，需要他不停的告诉你今天要稳定心态，明天要怎么说啊，这个比较适合文字的包月。然后呢，有一个探爱听诊，这个探爱听诊的单次卡，它是专门针对你们有10点半或者是这个哼哼哈哈的这方面的问题的，就可以选这个探爱听诊的这个服务啊。然后还有一个曲曲的闺蜜圈，曲曲的闺蜜圈呢是我个人的一个交朋友的平台，我们目前这个闺蜜圈里是有100几十号人，然后都是自己非常有实力也有能力的一些很优秀的小姐姐们，然后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一起约着吃个饭呀，玩一玩啊，见个面呀，然后一起唱 K 呀，甚至是旅游啊，都是可以的啊，也可以跟我见面。
包括金贵的关系啊，金贵的关系大家就很熟悉了，是我们的课程以及我们的社群。那进到我们正版的金贵的关系的社群，我们每一场直播，首先是会发直播通知，然后呢，在直播过程当中会有管理员，这个也就是课代表啊，会给大家不停的去更新我们直播里面的内容，金句总结，到最后直播结束的时候，还会整理出一个10个经典的今天直播的10个经典案例，然后以及我是怎么分析这个经典案例的，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看我们金贵的关系的这个思维导图啊，以及案例学习，好不好？好吧，哦对，还最后再说一句啊，就是我们月底在杭州会有3天的这个跨年的一个线下的哼哼哈哈的特别版的课程啊，10点半哼哈课，但是呢是这个月底。好不好？3天，名额有限啊，一共是30个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抢这个跨年的名额的话呢，一定要去加这个微信，然后去问你们的客服，或者是问你们社群里面的管理员儿。哼哈是什么意思？就是10点半以后的生活哈，就是夜黑风高的时候，一男一女独处一室的那个生活，跟这个相关的，好不好？好啦，今天就是这么多啦，我要下播啦。咱们那个下一场周2早上10点继续在这个地方啊，我会给大家在朋友圈里还有社群里发直播通知，好吗？今天就这样啦，拜拜，拜拜拜拜，么么。